娘，等我，我一定会带回雷金花，为你换来救命的药。这地方真的会有周药师说的雷金花吗？可恶，我怎么会信那种鬼话？崖壁上怎么可能凭空冒出花来？还好有安全绳，不然小命不保。雷金花，竟然真的有雷金花！不对，有危险！刀光闪过一条金色的小路，断成2截，其中一截随着水流落下山崖。原来是你这个小东西想偷袭我！这就是雷金花吗？这蛇看起来也很奇特，一并带回去看看能不能换钱。秦少臣来到山崖脚下，却怎么也找不见另外半条蛇。还好我躲得快。哎呦，原来你躲在这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果然有点道理。有了蛇头，应该更方便周药师判断它的价值。嘿，奇怪，这也不是第一次进山了，怎么感觉心里毛毛的？怎么回事？玉盒怎么会动？哎，蛇呢？只见雷金花开始扭动，花朵缓缓转动，花蕊变成金蛇三角形的头部，上面2只猩红的眼睛死死瞪视着秦少臣。这是什么情况？你想吃了我，我便先吃了你。还有这愚蠢的人类，竟然想拿我的身体去炼药，那我就先炼了你。天雷，怎么可能？不要化成雷霆，停药！我没死。秦少臣猛然起身，捡起旁边的盒子，打开一看，里面空空如也。雷金花你蛇头呢？平日有点重量的单刀，摔一下竟然就变轻了。不对，单刀当然不可能变轻，应该是手上的气力增加了。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力气比以前至少大了3倍，难道是因为被蛇咬了？算了，回去问问周药师。秦少臣推开门，秦小洛正好端着药走到门口。大哥，你总算回来了，我都担心死了。没事，运气不好，遇到野狼了，躲了一会儿。娘今天怎么样？周药师的药已经吃完了，夜里又开始咳血了。我明天去找周药师求药。不可能，我已经跟你说了，除非有雷金花。周药师，我来就是要告诉你，我看到雷金花了。什么？那花你？秦少臣阿巴阿巴将采花的遭遇告诉了周药师。金魔蛇，你遇到金魔蛇了？哎，可惜了，只差一点点。金魔蛇是什么？那是天子山中最毒的毒虫，你遇到了还能平安回来，可谓是福大命大。这些药可以稳住你母亲的病情，10日之内给我雷金花。周药师的救命之恩，我铭记在心。你放心，你想要的东西，我一定给你拿来。小洛，娘亲的药在桌子上，我累了，先休息了。秦少臣赶紧走到床上，盘腿坐，口中默念口诀，是秦家家传秘术。秦少臣练了10几年都没有过瘾，今天忽然竟然感觉到了气息。难道被那种怪物咬一口就有了那么多的变化？会不会是那个怪物钻到了我的身体里？想到这里，他猛然起身检查伤口，发现胸口只有一点擦伤，顿时如释重负。之前答应了老爹修炼，今天也试试。天地灵气，无咎而有聚散，无形而有所属。随着口诀念出，金色的气流在脉络中游走。在头顶上是经脉的反应，我找到灵窍了。要是父亲还在，知道这个消息该有多高兴啊！算了，不想这些，明天还要上山找雷金花呢。今天没有雷，找不到雷金花，不过可以找一些其他的药材，卖给周药师，看看能不能换点开灵的丹药给小洛。有了上次的经验，加上力量的变化，很快就采到了足够的药材。还是先去把这个药材给卖了吧。你小子又来做什么？前辈，我今早去了天子山，在悬崖挖到3株草药，想请您看看能不能换点银子。嘿，你小子运气不错，这是比较难得的药材，回心草。太好了，我想问一下，魂心草对于开灵有作用吗？你听哪个蠢货编造的？这话你也信？原来魂心草没有用啊！它当然有用，不过要想发挥作用，必须混合其他5种药材，炼成开灵丹才有效果。原来如此，多谢了。我们定个赌约，
10日之内，你如果采来雷金花，老夫便送给你3颗开灵丹。真的吗？不过你要开灵丹干什么？难不成你小子想尝试一下，能不能当个灵士？不是我用，是给我家小妹用的。原来是为了你家小妹。当灵士有什么好？要是有一天你家小妹真成了灵士，你才有的后悔。刚才老夫观察天象，看出明天必有一场大雷雨，你只把雷金花采来，老夫绝不食言。好，一言为定。天色未亮，天空乌云密布，隐隐雷声滚动。秦少臣站在悬崖中间，等着雷劈下来。差不多就是这么高了，希望一会儿雷可以劈在这边。这么大的雷，雷金花肯定出来了。4片花瓣的雷金花，珍贵的雷金花再次出现，虽然不如上次晶莹，却同样让秦少臣心潮澎湃。不过秦少臣心中多了一丝警惕。我就知道你还会来。一阵刀光闪过，金蛇虽然还是变成2半，但秦少臣还是被金魔蛇咬了一口。这金魔蛇果然是剧毒之物，被咬了竟敢这般疼，还像火烧一样。算了，还是先去找周药师，把雷金花给他。大哥，你怎么了？蛇毒迅速蔓延，全身剧痛如火烧。秦少臣知道自己命悬一线，但他心中唯一的执念是他娘的病。秦少臣拿出雷金花，递给秦小洛。快去找周药师，把这个给他换药。大哥，你没事吧？我扶你进屋。秦少臣感觉胸膛中有火在烧，他推开秦小洛，跌跌撞撞地朝着后山跑去。后山冰冷河水如同一剂良药，暂时缓解了全身的灼热。秦少臣终于感到一丝喘息。大哥，你在哪里？小妹，我在这，别怕，我到了水里面，已经好多了。不过还得在水里待一会。大哥，你到底怎么了？你跑到河里干什么？别管我，我现在只能待在水里。你先回去，我一会就出来了。秦小洛跑去叫人来帮忙。秦少臣再次没入水中，良久。我在水里竟然不用换气就能长久待在水里，那我不就成了水里的妖怪大王了？秦少臣，小陈，我在这里。你怎么了？我被毒蛇咬了一口，大概中了火毒，才不得不借助冷水驱毒。什么毒蛇？你那被咬了，现在没事吧？喝水可以解毒吗？你又在骗小洛不懂事吧？谢谢大家，我已经没事了，大家都请回吧。邻居走了，只剩下秦少臣和秦小洛。我交给你的花你在这呢。先回去再说。我得先回去换身干净衣裳，然后去周药师那里把药换回来。大哥，这就是雷金花吗？太漂亮了。这朵不怎么样，我上次见到的那朵才叫漂亮。你好好在家照顾娘，我去把花给周药师，给娘换药回来。小六子，周药师在吗？你又找掌柜做什么？没事就走吧，掌柜在炼药，不想被人打扰。我这次来是有好事找他。小六子匆忙离去，不一会儿，周药师就匆匆赶来。小子，听说你今天来是有一个好消息告诉我。是呀，正是一个大好消息，想来前辈已经猜到了。秦少臣拿出雷金花，周药师惊喜地瞪大了眼睛。雷金花果然是雷金花，老夫苦苦追寻多年，终于得到了。这雷霆之气如此精纯，真是天助我也。有了这些雷霆之气，老夫一定能炼成化寒丹。关门弟子，快关门，老夫要闭关炼药。你小子怎么还在这里？老夫现在有事要办，可没空招呼你。周前辈，我的药你还没给我呢。哦，老夫这一高兴，倒是差点忘了，这药还是以前的吃法，最后3颗改为2月1次，9颗吃完，你娘的病就没什么大碍了。多谢前辈。不过前辈，按照约定，您老还要奖励我3颗开灵丹。对，我们打过赌的，老夫说过的话自然算数。不过现在给不了你啊，这你不用担心。现在你小子是老夫的夫人，我既然亲口答应了，决然不会失信于你。好吧，我就再等几天。前辈，还有一件事情要再打扰你一下。哎呦我去！你小子有什么事，能不能一次说完？周前辈，这条蛇值钱吗？金魔蛇的确很有价值。前辈，那它大概能值多少钱？值钱，哈哈，简直太值钱了。不过你先说说，你是怎么得到金魔蛇的？秦少臣将遇到金蛇的事情详细的跟周药师说了。
说到他被蛇咬的时候，周药师忽然激动地站起来，打断秦少臣。等等，你说什么？你说你被他咬了一口？没错，是被咬了，就在这里。然后呢？然后我就一把将他从脖子上扯下来，使出。你那时还能动？你没有全身麻木？没有麻木，只是觉得很痛。我把他扯下来，一把捏死了。你还能把他捏死？那再后来呢？你既然被咬了，就已是身中剧毒，又是怎么化解的？随后又将泡水解毒的事情跟周药师说了。听完之后，周药师一脸震惊。前辈，您这是？原来老夫从一开始就完全猜错了，你小子根本不是好运气，而是一个百年不遇的奇异体质——辟毒霸体。辟毒霸体？很好很好，你小子的事老夫已经知晓了，但老夫今天赶着炼药，你的事稍后再说。那这条金魔蛇？这条金魔蛇我收下了，你是要银子呢，还是跟老夫交换东西？多谢周前辈慷慨，我不要银子，也不换东西，只想请周前辈再出手一次，诊治一下我爷爷的伤病。秦少臣详细描述了爷爷秦八爷的旧伤。你爷爷的伤未必没机会，等老夫见到他本人再下结论。这样吧，20天以后你来取开灵丹时，就领着你爷爷一起过来，到那时老夫便为他诊治一番。晚辈多谢周前辈。周药师的承诺让秦少臣喜出望外，他不仅为爷爷争取到了一线生机，更意外获得了珍贵的开灵丹。周药师说了，这些药丸吃完，娘的病就会大好，不会再有什么问题。这段时间真让你们两个吃了不少苦。少臣，你习武如何？娘，我半年前已晋升7级，正式迈入武徒后期了。娘，你吃完药早点休息。小洛，你出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大哥，什么事？秦少臣将置换开灵丹的事情跟秦小洛说了，秦小洛却觉得很是不可思议。开灵丹那是什么东西？每一颗开灵丹都能将开灵成功的几率提升1至2成。开灵的事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全族上下吃过药的也不少，最后有谁成功吗？他们吃的是魂心草，当然不行。但开灵丹是专门的丹药，那是周药师亲口说的。大哥，你最近变了，现在你一口一个周药师，他说什么你都相信。没错，他那个人见识和能力绝对比一般人强。不过那3颗丹药不是给我吃的，而是给你吃的。我不吃，你信他的鬼话，我可不信。别胡闹，听我把话说完。这一次我讨来那3颗丹药是让你在测灵会上用的。我不吃，我根本就不相信什么开灵，要不是答应了爹，我连开灵诀都不想练了。以前我和你一样也不相信开灵这件事，但现在我却完全相信了。为什么？是周药师又跟你说了什么？那倒不是，我相信是因为我已经开灵了。什么？大哥，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当然不是了。秦少臣将自己开灵的经过详细描述，包括那枚奇异果实的故事。秦小洛听得入神，从最初的震惊到逐渐相信，眼神中充满了兴奋。大哥，原来你开灵了，那你岂不是成为灵士了？我这次能开灵，是误吃了一种奇异果实，才一夜之间感应到了灵效。什么奇异果实？居然有那种神奇效果？我也不认识，只记得当时那棵树上就只有1颗果实。后来我几次进山都去找过，没想到连那棵树都找不到了。正常，像那种果子一定是天地灵果，可遇而不可求。不过果子虽找不到了，但周药师的开灵丹一样也能帮助开灵。那好吧，那我就试试吧。我已经开灵的事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就算爷爷那里也不要急着说。大哥，你是怕别人知道了会惹来一些麻烦吗？不错，灵氏这件事一旦泄露，影响一定非常大。咱们这一房爷爷伤重难愈，大伯天资有限，都帮不上忙，所以这一切还不能声张，必须先隐瞒起来。大哥，你放心吧，我明白了。明白就好，早点回去休息吧。成功劝服小妹，心中的一块大石落下。然而，他开灵的秘密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在秦家平静的表面下悄然跳动。这个秘密究竟会带来希望，还是无尽的麻烦？还有一件事，秦少臣对周药师和秦小洛都没有说起，因为他的心中一直都是惴惴不安。屋里，秦少臣在水里浸泡了许久，果然至始至终都没有感到一丝憋闷，反而头顶、脸上许多地方像突然打开了小口，在不断。怎么会这样？这是要变成妖怪了。
不过这也不是坏事，以后只要遇上危险，我就往水边跑，打不赢往水里一跳，谁都拿我没办法。秦少臣走到床边，盘腿坐下，深吸一口气，开始掐诀修炼。炎炎宫的进度比前2天又快了不少，只剩最后一处风穴了，突破到8级5图，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不知道这次中毒有没有影响到灵窍？咦，怎么会这样？秦少臣感觉到空气中多了一种眼睛看不见、手摸不着的稀薄气体，这些气体对他很亲近，围绕在他身边，并不断接近他。难道这些东西就是灵气？灵气真的就在空气中？再次闭上眼睛，他清晰地感觉到气体都有灵气。阴气入体，这难道是5大灵窍全都开灵了？不管了，还是专心运行开灵诀。这应该就是丹田了吧？这是什么？有了，我运行一下炎炎宫试试。什么味道？这酸臭味是洗金法水。这味真冲啊！不用换气，待在这水底还真是舒畅啊！秦少臣闭眼掐诀，他这才发现水中也有灵气，而且比空气中的更纯，而且是水属性的。既然水里也能吸收灵气，就在水底修炼。淬体污垢直接被水冲走，省事。在水中修炼了1晚上，整个人神清气爽，回家。大哥，原来你这么早就出去了，我还以为你一直在屋里呢。大哥，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变了？变了？什么变了？哪里变了？我怎么不知道？眼睛好像变亮了，皮肤也变好了，甚至连气质都好了许多。总之就是看上去显得更俊朗了。是吗？我知道了，这一定是修炼开灵诀的缘故。嘿嘿，你如果开灵成功，一定也会变得更漂亮。不过小洛，我快突破了，要闭关一段时间哦。大哥，你不是半年前才7级吗？怎么又要突破了？开灵后经脉变强，修炼快了很多。看来一旦开灵成功，好处真不少。你去吧，家里交给我。灵气淬体、洗金法水，甚至改变气质，这一切肯定都是金魔蛇的蛇毒引起的。虽是胡乱猜测，但眼下也只能听天由命了。武道修习不可荒废，秦少臣决定以修灵为主，还是先突破8级。小循环圆满贯通，也算正式进入5图8级了。阴气入体之后，已经正式成为炼气1层的小修士了。可惜秦家开灵诀功法居然只有1层，去祖祠看看有没别的功法武技。谁呀？六爷爷，是我。小子，你可好久没出现了。听说你娘得了重病，现在好些了吗？多谢六爷爷关心，我娘的病已经好多了。我今天来给老祖宗磕几个响头，上一炷香，求老祖宗多多保佑。去吧。祠堂上方，老祖塑像面容饱满，斜眉凤眼，额下3嚿长须，右手持书卷，左手握串珠，腰间却悬着一柄长剑。六爷爷，咱们的老祖宗不是一位灵士吗？怎么腰间还悬着一柄长剑？谁说灵士就不用剑了？法术也需器具。原来如此，看来灵士和武士也有一些相似之处。胡说八道，灵道和武道差别极大，根本就是2回事。只可惜咱们张家界这一支分脉时运不济，这么多年没有一个族人开灵成功。秦氏一族没人开灵成功，那我就是唯一的例外。对了，六爷爷，我想问您一件事，这宗祠中有开灵诀的后续功法吗？没有，族中规定，有人开灵成功就会报上省城，老秦家会派人接回省城修炼。原来如此。对了，我想起来了，你几个月前就晋升7级了。不是7级，而是8级了。什么？你没开玩笑吧？当然没有，是7级还是8级，一测就知道了。
好小子，你果然是第8级，而且你这波纹强度、力道充足，说明你内息浑厚，根基扎实。八爷有福气啊！虽然2个儿子不咋样，但你这个孙子一定能让他大大露脸。您老真会说笑，我一个小小武徒，才刚刚8级，哪有什么机会让爷爷露脸？老夫可没有说笑，我一直在这主持策级，族里后辈小子什么水平我都一清二楚。六爷爷可不要哄我开心，就算是秦奇峰号称天赋过人，但在突破到8级时也超过17岁了，也就和你水平相当而已。六爷爷，你太看得起我了。秦琪可是3代中的天才，武途境第1人，资质比我强多了。他的资质的确不差，但未必就强过你。走吧，我带你去挑书。咱们族里好一点的武技都在这一层。只见书架上10几本书籍，书籍都蒙着黄绸。他知道这是黄级武技的标志。武技分天地玄黄4级，黄级虽最低，但也是品级武技，远胜5品级者了。这些可都是族里几十年一点点收集到的，有几本相当不错。这本破山拳就挺适合你，招式简单，大开大合，力道威猛，最以你这种力气大的。这武技强是强，但在山中打猎对付奔走的野狼、豹子却不太合适。说的也对，那你看看这本黑虎拳，这本攻击虽强，但防守太弱；这本太绵软，这本太简单，这本刚强不足。懒得伺候你，那我自己找。秦少臣起身走到书架末端，一本金色的书籍引起他的注意。这可是黄级上品武技的象征。烈火掌这门武技威力全在内息属性上，一旦练成，内息携带火毒，伤敌后极难根除，威力几乎不输玄级武技。秦少臣心动不已。六爷爷，我已经选好了。小子，你仔细看过这本书吗？你可知道这是一门什么武技？这门武技应该是一门属性武技吧？不错，正是属性武技。那你知不知道属性武技又是一种什么武技？秦少臣摇摇头，他只听说属性武技威力极强，其他的都不太了解了。秦六爷告诉秦少臣，属性武技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武技，就像铁砂掌，那门掌法其实就是金属性武技，练成后双手齐印似铁，徒手断兵器、碎骨骼，威力极大。但是一般情况下，10个人当中只有1个可以练成，失败那9个人白费时间精力，更有可能双手受伤，轻者变形，重者伤及经脉，沦为废人。这么严重？即便练成的，双手也成了武器，除了打人，做其他事都会笨拙。所以说，修炼属性武技往往付出代价太大，所得回报太少。六爷爷，这烈火掌著名以炎炎功为根基，事半功倍，所以我有信心可以练成这门武技。你既然心意已决，六爷爷也不好说什么。我只有一句话：修炼过程中一旦不对，立即停下，千万不要勉强。好的，老登。秦少臣看完书，才发现要想将内息凝练出虎毒，所要用到的药材竟然多达40多种，还都是价格不菲的。不过为今之计，也只有先把招式练熟，再想办法。秦少臣在屋子里掐诀修炼，外面传来声音：我都跟你说了，我哥刚突破8级，还在巩固修为，没空和你进山，你自己去吧。你少唬我，小陈的事情我还不清楚，他几个月前才突破，怎么可能又突破？秦氏一族中，七爷失踪，八爷重伤，这2脉族人日子过得最是艰辛。秦大川是秦七爷一脉的3代族人，和秦少臣一样，经常进山打猎，帮补家用。大川，你过来找我是想一起进山打猎？是啊，我们都好久没有进山了。好呀。秦少臣突然伸手拉了一下秦大川，示意秦大川看向旁边。那边有个大家伙。2人悄摸上前，躲在一棵大树后面。是狼正在撕咬猎物。别出去，不是一般的狼，是青头狼。青狼性情凶残，嗜杀好斗，远超一般的野狼。我们还是走吧。不用担心，我能对付。青狼拖着大树冲过来，秦少臣拿着刀子走出来，青狼竟然紧急刹车，跳进旁边草丛。狼竟然跑了，可惜了，走吧，去其他地方找猎物。怪不得会先逃走，原来去召唤同伴。大川，你找个地方躲躲。小陈，你等着，我去给你摇人。恰好检验一下我的修炼成果。我抓到你了，还想偷袭我？2只狼对视一眼，同时发起攻击。秦少成毫不犹豫地挥了2下刀子，青狼瞬间倒地。秦少臣震惊发现，3头大狼的动作都被他提前感知到了。
难道引气入体以后，感知力也加强了？秦少臣看着这3头青狼尸体犯了难，以他5图8级的修为，倾力相搏，杀死1头青头狼已经是超常发挥。眼下3头青狼都带出去，那实力自然就暴露无遗。算了，带回去2头，换点银子。大川，秦大川，嘿，你杀了2头青狼。是啊，还有另外1头跑了。你的武功这么厉害啦，就算是晋升8级，也不至于能够一举击杀2头青狼啊！别再啰里啰嗦了，还是赶紧走吧。青狼可是群居猛兽，再有青头狼杀过来，我可没力气再战了。也对，还是先撤为妙。2人担着青狼往前走，秦少臣忽然顿住脚步，前方有危险。是熊瞎子，小陈，我们俩可不是熊瞎子的对手啊。我知道，但大黑熊的活动范围一般不会离我太远，我去暗中跟踪一下，找到熊洞，下次我们多喊上几个人，把它抓住。山中猎物都以打猎为生，如果抓住这只黑熊，那秦少臣今年都可以不用再进山了。大黑熊的力量竟然如此恐怖吗？被发现了！秦少臣被黑熊一掌拍飞，狠狠地撞在树上，吐出一口血。他立马意识到自己不是黑熊的对手。36计走为上策。秦少臣冲入密林之中，撒腿狂奔，岂料黑熊也追了过来。不是吧，追我干什么？既然如此，那就吃我一掌。黑熊愣了一下，随后站起身，狂喝一声：“什么？竟然没用！”秦少臣咬咬牙，运起烈火掌。虽然是才学的功夫，但是没办法了。刚刚那个没用，那你看看这个呢？既然有用，那就趁热打铁。黑熊哀嚎一声，纵身一窜，跑到树掌之外跑了。误打误撞，把烈火掌给练成了。没什么事吧？被黑熊发现了，我跑了好久才摆脱它。走，赶紧回去。秦少臣也没想到烈火掌的威力这么大，他决定好好修炼，争取下次遇到黑熊的时候能够一击毙命。秦少臣睁开眼睛，看着手中的火焰，嘴角露出满意的笑容。成了。少臣。大伯，你找我什么事？少臣，山里黑熊的事情你听说了吗？什么事？我最近闭关修炼呢。秦南山告诉秦少臣，秦大川带着2名猎手去密林中猎杀黑熊，结果3人远不是大黑熊的对手，2个猎手被大黑熊一掌拍成重伤。传闻黑熊身价暴涨，这几天进山猎杀黑熊的人一波又一波，几乎都是死伤惨烈。昨天去的人死了4个，有2个还是晋级7、8年的老武士。现在有人说是2头黑熊，还有人说那头大黑熊不是一般的黑熊，而是从很远的深山中跑出来凶灵兽。传说中，凶灵兽是住深山老林里面，和一般猛兽外表没多大区别，但是却异常凶猛。传说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我听秦大川说，你是第一个发现那头大黑熊的，还和他交过手。有这么一回事，不过我不是那家伙的对手，被他追得满山遍野的跑，好不容易才甩掉他。那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状？大伯，那头大黑熊好像真的有点问题，它十分耐打，我使出全力出招打在它的身上，根本没有作用，而且它的力量也特别大。总之比一般的熊厉害许多。看来你二爷爷猜的一点没错，那头大黑熊是凶灵兽。二爷爷打探这个事情干什么？你二爷爷年轻的时候遇到一头垂死的金丝大蛇，他把金蛇烤来吃，吞服蛇胆之后内气暴增，修为直接晋升了1。牛掰！我勒个骚刚，金色的蛇，莫非是金魔蛇？你二爷回来以后查阅资料，才发现那应该是凶灵兽。他吃下的蛇胆是兽核，兽核能让武者短时间内内息大增。内息大增？是的，所以你二爷爷这次想要得到凶灵兽的兽核给秦长云。长云现在才6级，如果凭着那颗兽核直接晋升1级，也能变成5图后期了。对了，你二爷爷那里正在招人狩猎，只要你肯参加，就有10两银子。进山一趟就有10两银子，我怎会不参加？一行人在森林中走着，秦长云走到秦少臣身边。长云，你怎么也来了？爷爷跟我说了，那东西到手以后马上吞服，效果才最佳。而且爷爷已经带着一队人马上山，先找了。哈哈哈，那一会儿打架的时候，你可躲远点。有情况。少神堂兄，你发觉了什么？不对劲，长云，你快爬到树上去。秦少臣把堂弟拉到一棵大树旁，推着他往树上爬。快爬上去！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来不及解释了，赶快爬上去！秦长云一向很听秦少臣的话，看着秦长云爬到树上，秦少臣又走到今晚的带队人秦二爷府上的大武士郑华身边。大黑熊已到那边了，过不了多久就会冲到这里来，赶快把陷阱挖好，不然就来不及了。傻子，你在这胡言乱语什么？我是武师，这里是由我全权负责。你少在这捣乱！我操！来了来了，大黑熊真的来了！华，大熊已经杀过来了，你挖的陷阱呢？说好了，4时才将大熊赶过来，你现在就到了，
能有什么陷阱？情况有变，大家列队迎敌。黑熊撞碎一棵树，从半空中扑身抬手攻击。秦二爷带领众武师大喝一声，人刺向了集合而至的黑影。竟然真的还有一头黑熊，这头暴虐嗜杀，体型庞大魁伟，比之前那头大上一圈，力量也明显不在一个层次。黑熊怒喝一声，众人都倒在地上。秦少臣运气烈火掌与黑熊打斗，但是实力悬殊，他被弹飞出去。可恶，这大熊怎么这么强？难道大熊受伤了？我去追。怎么有人来救救我？我还在树上呢。看来今天这个熊胆要落入我手中了。郑华抽出刀子，岂料刚靠近大熊，就被一巴掌拍得原地转圈圈。嘿嘿，这黑熊果然聪明，竟然发现我了！来啊，我可不怕你！原来是我脑补过度了。不过这个大熊看起来确实伤得很严重啊。秦少臣一路跟随大熊走进一处山洞之中，山洞中到处都是钟乳石。大熊奋力地攀爬地上最大的钟乳石笋，爬上去一截之后掉下来，再也无法起身。这大笨熊在干什么？难道那里有石乳灵液？石乳灵液是钟乳石乳灵液，可以治疗内伤，而且这种药液是修炼烈火掌内息的必备药材之一。我的烈火掌已经练成了，不需要石乳灵液了。但是这东西可以卖不少钱吧？好东西，可惜今天没有带瓶子，还是下次来取吧。秦少臣落回地面，走近黑熊探了一下，黑熊早已没有了鼻息。这黑熊果然死了，那他的兽核不能浪费了。秦少臣取出兽核，毫不犹豫地吞下。不好，经脉要被内息冲破了。秦少臣没想到这兽核的力量这么强大，他只感觉丹田内的内息犹如岩浆翻滚。秦少臣深知将内息强行压回丹田，丹田必毁，命虽保住，武功却要全废，那种结果不如直接心脉断裂，吐血身亡。丹田里还有灵气。许久之后，秦少臣终于松懈下来，大口喘气，伸出手掌，手上的火焰燃成一个火球。熊胆兽核竟然真的让秦少臣晋升1级，成为了9级中间，还真是死里逃生。不过这种野蛮方式太凶险了，心脉都受损了，今后再也不用这种方式提升修为了。这大熊尸体放在这里不是办法，得找个地方埋了它。好了，就这里，挖个坑把你埋了吧。小子，放开那头熊，让我来。小子，熊是你杀的。我见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兽核呢？一时激动就把它给吃了。你这个小辈，一张口就谎话连篇，胡乱骗人。服用兽核至少要有化解戾气的石蕨汤和护美丹，没有那2样东西，一定会被兽核的暴力之气摧毁全身经脉，走火入魔，暴毙而亡。秦少臣心中震惊，原来服用熊胆需要这么多东西，自己没死，真是上苍宝。废话少说，赶紧把熊胆交出来。大师，熊胆真被我吃了，要不一会回到镇子上，我亲自跟秦二爷解释。笑话，我在这深山老林里奔波了这么久，凭什么给他？不交给秦二爷，你凭什么跟我讨要熊胆？是想明抢吗？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那就别说我以大欺小。郑华运足功法，想要给秦少臣致命一击，秦少臣也运起烈火掌回击，一击以后，郑华跪倒在地上。怎么会有这么歹毒的掌法？你想杀我，还说我的掌法歹毒？解药，快把解药给我。什么解药？我没下毒。那毒就在你的手掌上，真特么的毒！难道我这双手上真的有毒？或者火灵气融入烈火掌中，不仅威力大增，更能侵入敌人体内，造成剧烈伤害？算了，还是先干活吧。此次狩猎，秦少臣武功突破，还获得几百两银子，收获颇丰。大哥，你终于回来了，怎么一进山就闹出事来，竟弄些坏消息吓人？不用担心，你大哥的本事你还不清楚。不是不信你，是他们说的太吓人，而且这次死的人也太多了，我才慌了神。什么死的人太多了？这次狩猎队到底损失了多少人？我去二爷爷府上打听消息，结果看见大院里停了好几副棺材，到处都是哭声一片。听说光是二爷爷府上就死了6、7个人，而外请的帮手也死了好几位。那大熊竟然这么厉害！少臣回来了吗？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大伯，我没事。听说二爷爷府上死伤惨重，这一次你二爷爷亏惨了，府上武士就折死了4位，外请人马损失也不少，处置后事。抚慰伤残的费用更是不知花了多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会闹出这么大的伤亡？他们进山不久就遇到凶灵熊，而且一次就遇到了整整3头。3头？秦南山将打听到的狩猎经过详细告知，秦少臣听得心惊不已。谁也没想到，
那种凶悍的大熊居然有3头之多，才一遇上，那些大熊就主动冲上来攻击，秦二爷他们猝不及防，当场就死了好几个人。不过你二爷爷虽然损失惨重，但比起族长他们，恐怕还要好过一些。什么？族长那边也出事了？难道森林里面还有大熊？3头大熊一头去攻击秦二爷，另外2头被打伤逃走，没逃多远就撞上了你秦大爷他们。熊已受重伤，大的那头就逃了，小的那头却被击毙了。秦大爷进山也是为了他的孙子秦启风，所以当场就把兽核取出来，给秦启风吞下。他不会是直接吞服的吧？那倒没有，听说是先喝下一种汤药，又吃了1颗药丸，才吞吃熊胆。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吃下以后，没过多久就气息紊乱，口鼻都开始流血。哎呀，少臣，你怎么了？哦，没事，秦启风现在还好吧？族长虽在一旁极力为他护持，但还是昏迷了，现在还没醒，药水都灌不下去。族长已经离开张家界，昨晚连夜赶往老秦家。那边的人一向傲气得很，他们肯过来吗？那还真不好说。族长每3年都会回去祭祖，怎么也有一些香火人情，应该不会袖手旁观。要是真的不肯帮忙，也无可奈何。秦南山站起来，从怀里拿出银子递给秦少臣。这次进山有10两酬劳，你这次在山中吃了不少苦头，所以多了10两，你好好收起吧。你好好休息，我先忙活去了。秦南山离开，秦少臣拿出一个血淋淋的熊掌放在桌上。大哥，是那头大熊的。是呀，我所以失踪，就是发现他受了伤，才一路追了上去。等他重伤倒闭，我就把熊掌带回来了。那熊胆我吃了，吃完以后的确有点不舒服，肚子痛了好一阵子才没事的。大哥，那你的修为增长了1级，如今我已经是5土9级了。我的天哪！秦小洛震惊不已，别人吃了熊胆，命悬一线，秦少臣却只是闹了肚子，而且从5土8级直接晋升9级，这速度简直闻所未闻。嘿，秦小洛，别再发呆了，我们该做饭了。吃完饭，我还要去爷爷那里一趟。好的，大哥，我来给你打下手。秦少臣走进院子，秦相正在举着石头练功。秦振山自受伤失去功夫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唯一有兴趣的便是训练秦少臣的堂弟秦相。腰直一点，手臂给我绷直，握拳要有力道。爷爷，我来看你了。呵，小陈，这么早就来看爷爷，你娘的病怎么样了？爷爷，你不用担心，娘的病找到对症的方子了，已经吃了2副，病情好转了不少，很快就会痊愈。这倒是个大好消息。是哪位药师能治好那种病？倒真有点本事。秦相也放下石头凑过来。对呀，哪一位药师那么厉害？臭小子，我和你哥说话，谁让你插话了？是西街的那个怪医周大夫，爷爷，我也跟他提过你的伤，他说你的伤虽然麻烦，但也可以医治。过几天我带你去看看。秦振山长叹一口气，摇摇头。我的伤早已深入内腑，纠缠太多，任谁也治不好了，不用再费那个精神。秦八爷的武功曾是秦家排名前5，却因重伤内腑，武功十不存一，族中地位也一落千丈。秦少臣知道，他决定暂时不强求，明天取完药再说。我听你六爷爷说，你选了烈火掌，那么武技太艰难，我特意给你拿了本滚石拳。哦，烈火掌的威力远超预期，甚至可能致人死地。我需要另寻一门武技。谢谢爷爷。周药师正在捣鼓药材，秦少臣凑到周药师面前：“前辈，我来取药。”小子，你且坐下，老夫今天有些话要对你说。前辈有什么话，尽管吩咐。老夫想让你小子加入我们宗门，你意下如何？周前辈，你没有跟我开玩笑吧？当然，老夫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你小子有辟毒霸体，就是说你的身体不怕毒。周前辈，你误会了，在天子山被毒蛇咬过又挺过来的大有人在，这种情况其实不算特殊。但咬你的是什么金魔蛇？大武师被它咬了也是顷刻间毒发身亡，你一个小武徒被咬了，到现在还能在老夫面前唧唧歪歪。秦少臣陷入沉默，他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喂，前辈，我只是一个小武徒，才疏学浅，不敢加入什么宗门。老夫所在的宗门不知有多少好处，想加入的人数都数不过来。你小子倒好，居然不愿意。一听好处，秦少臣顿时来了兴致。前辈，刚才是我莽撞了。
你可别介意，前辈啊，加入你的宗门都有哪些好处呀？宗门里面能赚到银子吗？小样，我还拿捏不了你吗？你可得仔细听好啊！好处那可多着呢，不可胜数。小子，老夫所在的那个宗门叫做药宗，既然被称为药宗，最大的好处当然在这个药上。比如这个盒子里装的就是一种罕见丹药，名字叫做真灵丹。周药师打开药盒，丹药散发红中透紫的光芒。这是真灵丹，也是助长开灵的，不过要比开灵丹好了数倍不止，能将开灵成功的几率提升至5成。5成，开灵丹才1成。而且真灵丹配合开灵丹，还能把几率提升到7成。7成？这怎么可能？如果世上真有这么神奇的丹药，那我们秦家怎么会几10年都出不了一个灵士？秦家，哈哈哈哈！你小子可太把你们秦家当回事了。秦家在张家界虽算有点势力，但放在南行州，放在大楚，又算得了什么？这种丹药，老夫敢说，就是南行州各大势力加在一起，也拿不出来几颗。加入咱们药宗的好处呢，就是可以有资格在宗内买到真灵丹之类的丹药，而且咱们药宗还有大量的大宗丹、大武丹、小武丹、回灵丹等各种丹药。周前辈，你的意思是只要加入了就可以随意买到？当然，只要你买得起，自然是可以的。哦，我愿意加入药宗，还请周前辈指示如何才能成为药宗弟子。老夫本名周自尧，是药宗内门执事弟子，也领着一个外门长老头衔，有权利直接吸纳你入宗门。今天开始，你便算是药宗外门弟子了。药宗外门弟子秦少臣见过周长老。你小子聪明不足，机灵劲道不缺，那老夫把宗规给你讲一讲。周自尧随后详细讲解了药宗各项宗规。秦少臣听后，心中一块大石落地。宗规不严，正合我意。这是玉蝶，你给他滴一滴血，他能感应你的安危。周长老，我现在已是药宗弟子，应该有资格买丹药了吧？老夫知道你看上了真灵丹，若你等得起，3个月后回宗门自行购买。若你要得急，我的这一颗也可以先让给你，只要你出得起价。太好了，我可等不了3个月，下月就要举行灵会了，还请周长老成全。这颗丹药，外人购买要价不低于5000两银子，不过你既是本宗新晋弟子，自当优惠。400两，4000两。什么？居然要这么多？你若不信，可以问问小六子，他到过宗门，见过真灵丹标价，能证明老夫没半分谎言。周长老，这要真4000两，那您老可是从一开始就在蒙骗晚辈了。何以见得？你知道我买不起真灵丹，还用真灵丹为诱饵，让我加入宗门。那你也没问呢。行了，老夫当然知道你拿不出4000两，但老夫从一开始就没指望你用银子付账。难道你又要我去采药？嘿嘿，不错，老夫这里需要一种特殊的药材，那种药材若是别人去采，困难重重，头痛至极，但如果落在你小子头上，却是再轻松不过，举手投足之间就可以完成了。这是炼制大武丹最主要、最难得的药材魂骨菌。这种药材本身也是毒物，常生于阴暗潮湿、毒瘴横行之地，越是毒气重，就越长得多。魂骨菌慢慢成了常年稀缺的药材。周自尧的药堂有任务，可这几年能收购到的魂骨菌太少了，宗里已有不少人在故意刁难周自尧了。那一株魂骨菌到底能值多少钱？我又要采集多少才能买得起那颗真灵丹？你要能采到20株魂骨菌，老夫便把丹药给你，这买卖你绝对不亏。我就说一株魂骨菌竟值100两银子，这哪里是蘑菇，分明是金子。原来这东西这么难得，要在1个月内采到20株，岂非痴人说梦？老夫既给你出了这个点子，又怎会让你空欢喜一场？我知有一处一定有魂骨菌，而且数量还不少。什么地方？天子山后的黑雾谷。黑雾谷？
听说黑雾谷是天子山有名的毒谷，谷中瘴气可杀人于无形，常人去了10条命，要丢9条。对，就是那个山谷，那里的确危险，但你是旷世难寻的辟毒霸体啊。不害怕毒物的只有石头，我可不认为自己和石头是同类。别人怕黑雾突起，可你小子根本没这顾虑。他来了，你坐溪边休息就行。哦，对啊，一旦起雾，我就潜入水中，我可以在水中呼吸，那些毒物也伤不了我。周长老说的有理，那我就冒险一试。秦师兄，你加入药宗的事不能随便说出去，有外人在，你就叫我小六子，叫周长老周前辈，这样才不会暴露我们身份。师弟不用嘱咐，师兄我明白，这种事当然要低调。你师兄我呀，从来就不是张扬的人。师兄先走一步，不劳远送。你这都不叫张扬，什么叫张扬？师傅，你不是说那个弟子的名额是给我的吗？小六子收那小子入门，可不是坏事。如果那小子真是咱们药宗最看重的辟毒霸体，我把他收进了，岂不是立了大功？宗门的奖励还能少吗？一个外门弟子的名额算什么？他真的是百年难遇的辟毒霸体，被金魔蛇咬中还能不死？只能是辟毒霸体，但老夫终究没见过那种霸体，也不大肯定。所以你才让他去黑雾谷，其实就是测一下他到底是不是。但如果他不是辟毒霸体呢？那他自然是回不来了。黑雾谷距离秦家有60公里，临行前他将开灵丹给了秦小洛，并叮嘱秦小洛好生修炼。想不到居然还真的有人不怕死，敢来这里采药。没想到在这有名的杀人谷中，还能遇到2个同路中人。2位也是打算进山谷中采药吗？是呀，这个季节什么药都不好挖了，所以就冒险过来看看。你孤身一人就敢来深山老林中？我跟前辈一样，见到处都不好采药，就到这里来冒险一试。既然大家都要进山谷采药，不如彼此做个伴，一起进去如何？这不大合适吧？你我2人分属2方，倘若同时发现一株药材，到时难免引起争端了，岂非反而不美了？也对，我倒是没有想到这一点，还是前辈考虑的周全。既然如此，那我就先行告辞了。小兄弟，你难道不需要吃颗解毒药吗？啥？解毒丸？黑雾谷的毒物可是说来就来，如果不预先吃下，到时候连后悔都来不及。哎，这还不是被庄自瑶那老家伙害的？解毒药？哦，解毒药嘛，其实我刚才已经吃过了。四爷，你之前说解药只能延缓黑雾的作用，可以多支撑一会，多跑一段路。你说刚才那小子的解毒药会不会比咱们的好？好个屁！那小子根本就没有解毒药，不过死要面子，信口胡吹而已。那他不是去送死吗？水里有鱼虾，说明水中是没毒的。书册上说，那魂谷菌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而且喜欢伴谷而生。也就是说，有野兽尸骨的地方，最容易找到那种毒菌。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看来要等到尸体腐烂见白骨时，那种毒菌才能长出来。不过沿途找些其他草药也是好的。这草药采了一堆，怎么还是没见到魂骨菌啊？难道是那2个人跟上来了？四爷，我有点喘不过气来了，好像有点不对劲啊！我的心跳跳得好快。不错，我的呼吸也有点急促，咱们先停一下，先调息一下，等一会儿再追。不对，这是中毒了，快起来，往回跑！秦少臣听见2人逃跑的声音，他环顾四周，眼神疑惑。谷中一切明亮清晰，没有丝毫烟雾弥漫。难道这山谷中起雾了？可眼前分明没有任何烟气。他娘的，是空气中有毒！这该死的山谷本身就有毒。空气有毒？大惊小怪！这老的小的都晕了，算了，还是去看看吧。秦少臣把孙大壮扛在肩头，一把抓起孙四爷，烫手而过。多谢小兄弟，小兄弟真是多谢你了。我们叔侄2人还是太大意了。今天要不是小兄弟帮忙，这黑雾谷中可又多2条冤魂了。他现在还没醒，不会有事吧？回去调养一段时间，没什么大碍。
对了，你们是怎么中的毒？我走在前面，怎么没有感觉到？都是我太大意了，以为只有黑雾有剧毒，没想到这谷中的空气居然也有剧毒。不过现在看来，还是小兄弟的解毒药厉害。进去那么久，一点事都没有。我一生痴迷制药，能否跟小兄弟买上一颗，带回去好好研究一下？价钱方面，我绝对能令小兄弟满意。解毒药只有一颗，已经被我吃了。既然前辈没事，那我就继续去采药了。这石头这么圆，真是巧夺天工啊！骨头，这些是鸟类的骨头，那应该有魂骨菌了吧？看起来不多，没想到竟然有34株。周长老可是说过，只要有20株就可以先把真灵丹换给我了。我得赶紧回去告诉小洛这个好消息。这里该人迹罕至才对，怎么会这般热闹？难道是先前那2人没走，还又喊来了2个人？老四，你确定那小子还在里面？那谷中黑雾笼罩，有人在里面不就死定了？会不会你一不留神，他溜走了？确定我一直躲在这儿，谷口就这么大，他怎么可能溜出去？七爷，你这话说的未免太不相信人了。老四，我猜那小子要么偷偷溜了，要么就是死了。咱们这番打算多半是落得一场空。秦少臣怎么也没想到，被他救了的人竟然会反过来谋害他。若就这么让你们走了，那我秦某人岂不是太好欺负了？你们是在找我？七爷，就是他，有劳了得手之后，1人1半，绝不食言。少年人，老夫看你从那山谷中出来，想来此行一定是收获不少吧？确实收获不小。大家同是进山采药人，老夫忙碌了一天，一无所获，而你却大获丰收，你说这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啊？那依你的意思是，我是不是应该分上一部分给你？不是一部分，是全部。那样的话，老夫说不定还能放你一条生路。你这不就是抢劫吗？老夫也不想落得个欺负小辈的名声，就由你出手吧。绝不让您老失望，我会先打碎他全身骨头，再让他哭着求我快杀了他。比狂，我还真比不过这个家伙。小子，我既要取你性命，就不会让你死得不明不白。今天取你性命的人名叫孙长云。孙长云，你们是孙家的人？秦少臣听过这个名字，孙长云是和秦奇峰并列的天才。你既知道我的名头，也知道孙家，我就给你一个好处，让你选择，你想先断哪一条手？一会儿再让你试试我的金刚伏虎掌。选你个头，老子一会直接一巴掌拍死你！小子，找死！不是和秦奇峰平起平坐的天才吗？怎么会真被一巴掌就拍飞了？长云，老夫今天非宰了你不可！孙七爷发疯似的向秦少臣攻击，拳掌脚肘，各种刀法纷沓而至。秦少臣不敢怠慢，对手是武师，他打算全力防守，伺机反击。孙老四你奶奶的，眼睛怎么是瞎了，还不来帮忙？你特么的招惹的是什么人？小子，让你尝尝老夫的厉害！你看你身后那是何人？后面哪里有人？孙家排名第1的天才孙成云被打死在黑雾谷，绝不是一件小事。如果让那些人逃了出去，孙家很快就能查到我。事情真的发展成那样，随之而来的会是一大堆麻烦事。孙家可是张家界3大家族之一，有大武师坐镇。虽然秦家不会把我交出去，但孙家高手暗中找上门，秦家也未必有人肯替我挡下追杀，绝不能让事情发展成那样。不就是打击一个武徒吗？怎么这一次弄成这个样子？孙长云一死，在场的3个族人谁也逃不脱干系，最倒霉的可能就是我。谁叫我的武功最差，身份最低呢？他追上来了。情况不对。休想逃走！你小子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是这种歹毒的毒掌功夫？烈火掌真的有毒？你以为什么都不说就没事了吗？你刚才杀的是我们孙家最天才的族人，我们孙家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会杀了你。大爷了，还是跑了一个。不过他已中了烈火掌，就算逃走了，也无法活着离开天子山。
眼下更重要的还是尽快把魂骨菌交给周自尧。周长老，我来送这些魂骨菌，今天采的，怕不好保存，就直接拿来了，一共34株，请长老看看。想不到你这么快就采到了，你的运气还真是没说的。你在山谷采药时，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刚进谷时有点昏沉，但走着走着也就好了。我在山谷里待了几个时辰，也没遇到什么危险，黑雾也一直没出现过。周长老，你说过只要20株魂骨菌，就先把真灵丹换给我，我这次可不止20株。你再把采药的经过具体给我说说。秦少臣点头，便真一半假一半的讲述起来。听完你讲的，老夫有些话也该和你挑明，不再瞒你了。这次让你去黑雾谷，除了魂骨菌，其实还想测试你小子到底是不是屁毒霸体。黑雾谷有毒的不止黑雾，谷中空气也有毒。不错，那如果我不是屁毒霸体呢？那就说明金魔蛇的事你在欺骗老夫，你死在黑雾谷，只能咎由自取。新人入门都需要考验，老夫给你点好处算补偿，怎么样？哦，什么好处？你不是要带你爷爷来看病吗？怎么拖了这么久？是对老夫的医术不够信任？当然并不是，只是我爷爷性子执拗，身受旧伤却死活不肯就医。有不少病人诊治多了没有效果，讳疾忌医，不如这样，老夫就毛遂自荐一番，明天就亲自上门为你爷爷诊断一次，如何？周长老，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老夫一向不爱说笑，怎么可能对你说谎？老夫明日午后就到你爷爷家替他诊治一番。你是说那个怪医要上门为我诊治？是啊，爷爷，这可是我求了好久的，千万不要讳疾忌医。既然来都来了，那就看吧。哎呀，神医你来了，辛苦你跑一趟了。应该的，应该的。我看老爷子身子骨很不错啊，恢复还是大有希望的。哥，你来，我有话跟你说。怎么了？哥，你知道吗？孙家引以为傲的那个天才人物，不知道被谁弄死了。那个带回消息的武士回来时连话都说不清楚了，就一命呜呼了。哦，只要孙老四没能吐露出我的相貌，问题就不大。听说孙族长为这件事情暴跳如雷，一口气派出了上百个族人，由10多个武师领着，在天子山森林中到处搜寻线索，追查凶手的身份。少臣，大伯有好消息告诉你。原来秦大爷从省城请来2位前辈高人为秦奇峰诊治，秦奇峰的伤情大为好转。那授核的作用也没有白费，秦奇峰已经突破50境，成为秦氏一族最年轻的武师。这么厉害？那2位高人这次过来，可不只是为了秦奇峰治伤，他们还带来了不少上好的丹药，说是要给族会大比的前10名予以重赏。重赏？秦家不是一直看不起咱们分支吗？他们这次来是想征召10位年轻的武者去省城效力，而且还明确指出年龄必须是在20岁以下。这是为什么？据说是为了护卫老秦家的领事们去探索一个神秘地域。探索神秘地域？不过为什么非要20岁以下？好像有阵法限制，具体情况我也不明白。不过我猜老秦家那边20岁以下的年轻武者不多，这才想到笼络分支。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好事？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您的意思是去省城会有危险？当然有危险。60多年前，你曾祖秦朝先在秦家可不是旁支出身，而是嫡系。他35岁时就已是武师后期巅峰。有一年，你曾祖保护的那位灵士被选上，进到秘境当中采摘灵药，遇到王家的3支队伍，2家大打出手，一场苦战下来，你曾祖一共击毙了王家4个武师，但那位灵士却还是被杀死了。你曾祖最终被家族认定严重失职。这不能怪曾祖，他老人家又不是不肯尽力。那些所谓的探索秘境，可绝没有那么简单。大伯还是希望你多考虑考虑。大伯，我既然学武，又岂能害怕危险？这一次我避而不战，让族中的7级武徒、6级武徒去冒险，别人会怎么看我？这一次族会前10，我是一定要争的。如果你真的得了前10名，
却要去了那个神秘地狱，一定要事事小心。省城的老秦家是唯一有希望能找到开灵诀后续功法的地方。不过我对老秦家那些族人一点也不了解，糊里糊涂闯进去，不知底细被人暗算了都不知道。凡事还是预留一条退路才更为妥当。若是有一门功法可以自由调整武师气场，是啊，整个天子山最有可能知道这门秘法的人只有周长老。想要从周药师手中得到东西，肯定要有东西交换。那我就进山找些魂骨君，若是能换来秘法最好，若是换不来，也可以换些银两给小洛傍身。这山中到处是孙家的人，我还是在这里避一下，等雨停了再出去吧。有人来了。老实点，姓齐的，你看似机灵，其实愚不可及。当初我们可是达成协议的，你助我取回家族宗牌，我把齐家的宝物分给你，现在你却想独吞。但你取得宗牌之后，却没有如约跟我们会合，你想独吞齐明远，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我是想等我从脱身后绕到森林。特么的，到这个时候还敢欺骗我们！姚门主，我知道错了。废话少说，等雨停后，你立即滴血认宗。门主，我们这么大费周章，这齐家洞府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啊？齐明远告诉我，齐家的洞府里面极有可能还有更多同样的东西。此物如此神秘，定非凡品。这是灵士使用的灵符，据说只有一些修炼有成的灵士才会有这种东西。听说一张灵符就能换3颗大武丹，门主，齐家怎么会有这种东西？齐家老祖齐炎阳300年前可是南行州地界上声望极高的大灵士，只是他死后，齐家后代一代不如一代，直到几十年前被新晋秦家取代。1颗大武丹至少3000两银子，如果真的有很多，那我们这不是要发财了吗？本门主也不是小气之人，倘若洞府里真有更多灵符或其他宝物，不论多少，本门主都会拿出一半，由你们3人均分，怎么样？多谢门主。雨停了，咱们走吧。霸山抓起齐明远的手，滴血在一个玉佩上，玉佩上发出一条血色的线。宗牌已经被齐明远的血激活了，咱们跟着指引走吧。秦少成一直等着几人走远了，这才出来。那处洞府竟然是一个灵士的洞府，那我得跟上去看看。怎么了？奇怪，我总感觉有人在跟着我们。你别一惊一乍的，咱们几个都是武师，寻常的人跟踪，我们早就发现了。可能是我的幻觉，那我们走吧。秦少臣向前走，阴山帮的4人忽然出现在前面。你是孙家的人？不是，我路过。不管你是路过还是有意跟踪，今天遇上我们阴山帮，就只有死路一条。霸山天子山可是秦家地界，你们胆敢再次滥杀无辜，还有孙家的人也在这附近。不管秦家还是孙家，只要遇上我们，来一个我杀一个，来2个我就杀1双。看来今天只不能好好商量了。霸山，不要跟他废话，杀了他，我们继续赶路。吃我一拳！秦少臣运起烈火爪，2人的手掌相碰，随后各自后退几步站。这特么的是什么情况？跟这些人在这里缠斗没有意义，既然他们要去黑雾谷，那就先去谷中等他们。秦少臣一个闪身，钻入树林。轻敌了，我觉得那小子可能不是武徒，而是一个武师。不错，那个混蛋小子绝对是个武士，不可能是武徒。那个混蛋一定是易过容的，故意装扮成少年来给老子玩阴的。算了，不管那人是武徒还是武师，都是个厉害人物。他既然跑了，咱们就更不能耽误时间，赶紧出发。黑雾谷入口烟雾弥漫，里面不见天日，阴山几人不由得心中有些虚。这里难道是天子山中的那个著名的毒谷？不错，齐家的宗牌指向里面。这山中人多眼杂，我们得尽快行事。不过这玉牌上的反应已颇为强烈，估计那洞府就在山谷不远处。阴山帮几人在森林中走着，霸山突然倒下，另外几人看了一眼，都一言不发地往前走。秦少臣走到霸山旁边，不愧是阴山帮，这么冷酷无情。
快跑！这地方有毒，看我不吓死你们！秦少臣走到石头上，盘腿坐下。阴山帮3人拖着齐明远冲出，看到秦少臣，纷纷急刹车。又是你小子，先杀了他，再冲出去。地虎和花影娘子冲向秦少臣，3人一番缠斗之后，花影娘子和地虎最终败下阵来。2个蠢货，都给我让开！卑鄙小人，竟然假扮武徒！你以为本门主就没有办法了吗？尝尝本门主的冰煞毒气。你小子的解药挺厉害，竟然不怕这山中的毒物。不过你的解药可解不了这剧毒。你这是什么鬼毒药？味道怎么这么难闻？你竟然没中毒？鬼啊！秦少臣一看，原来是只剩一口气的齐明远。齐明远将手中的盒子递给秦少臣，这个送给你。我错信了阴山帮的人，但我看你身手不凡，希望这洞穴中的东西能帮到你。老伯，我确实是灵士，你有什么愿望，我可以帮你实现。哪怕是正常人吸入毒物都熬不住，何况这个老伯还伤得这么重呢？算了，此地不宜久留，我还是赶紧离开吧。莫非这洞府在悬崖上？幸好我就擅长爬悬崖。光线消失了，那洞府应该就在附近。秦少成定睛一看，不远处果然有一个洞口，但是洞口异常狭窄，只能爬进去。这难道就是齐家老祖的洞府？我当是什么价值连城的宝物呢？拼死活一场，收获却如此微薄。当秦少成看完五行诀，颤抖着双手，止不住躁动的心，这竟是他梦寐以求的后续功法。这么厉害，这哪里是竹剑，分明是削铁如泥的宝物。看来是只有这2个宝物了。离开洞府，去找魂骨郡。你这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家伙，又有什么事跑来找我？是好事，我来找周前辈，一向都是好事。好个屁！你小子来找我，从来都是为了在我这捞便宜，哪有什么好事？秦少臣将背篓中的魂骨菌拿出来，放在桌子上。43朵魂骨菌，我可是在黑雾谷中找了2天2夜呢。你小子的运气怎么就这么好？这种药材，别人采1株都难，你一出手就弄来一大把，难不成那山谷里有药田，专门种这习骨菌？周长老说笑了，哪有那种好事？说吧，你是要银子，还是又在打什么主意？银子我暂时还不需要，我想用这些药材跟周长老交换一门功法。什么功法？周长老平日里看上去就像没有武功一般，多半是练就了一种特殊的功法。哦，老夫懂了，你这次来就是想从老夫这里弄到那门隐匿功法。老夫的好东西一落在你眼里，你小子就要挖苦心思弄走。哎，老夫算是遇到个无良小贼了。这门神奇功法倒也可以传给你，不过，请问周长老，不过什么？周自尧走到书架旁，一同翻找。找到了，这就是老夫说的那个办法。秦少臣接过兽皮，只见兽皮上刻画着一个复杂的图案。这是什么？你小子可是从中看出点什么？当初我师尊把这东西给我的时候，曾告诉我，这个东西很有可能是一个灵符文。灵符文？那我得好好看看。这个东西是我的师尊在一处上古洞府中无意中得到的。上古洞府？我师尊自从得到这个东西，前后研究了几10年时间，却始终没能弄懂这个东西的奥妙，只是猜测这可能是上古时候的灵符文。再后来，我师尊发现，如果按照这个图形来运行内息，竟能在丹田上方构成一个封印，可以轻松地掩饰住武者的修为境界。周长老，这个图单是看一眼就已经头昏眼花，还怎么照着它来运行内息？你第一次看当然是头昏眼花，但你要是天天都盯着看，自然有一天就可以看个明白。老夫为了能记住那些图案，光是在纸上魔画就画了上千幅不止，在用内息构建灵符时，更是经历了数不清的失败，最终才成功的。这个符文还有一个妙处，就是一经构建成功，还能随着心意任意变化。随着心意任意变化？小子，坐好了，老夫给你演示一二。周自尧运转功法，只见头上的气柱时而变大，时而变小，果然很神奇。神奇吧？老夫再给你说一些更神奇的事。当年师尊赐下这符文的时候，一共给了3位弟子。我的那2位师兄也不知道是用心不专呢，还是另有缘故。反正他们修炼这个符文到现在都还没有成功。什么？那他们一共练了多久？我师尊赐下符文的时候，大概
是20年以前。20年，这……可是话说回来，你小子的运气一向都好得很，老夫倒是觉得你成功的概率比别人大得多。这符文送给你了，拿回去研究吧。多谢周长老成全。功法的事情解决了，秦少臣拿出齐明远给他的盒子打开，拿出银票，4000多两银票。没想到我秦少臣也有成为有钱人的一天。小妹开灵成功，这是最好的贺礼。如果没成功，我就得弄清楚它怎么用。不过对比起这些东西，这本五行诀才是秦少臣目前最需要的东西。最是修炼者为五窍灵士，五处天养灵窍一并贯通。这不就是我吗？这可真是天赐良缘呀！五行环一旦构建成功，修炼速度能提升3倍不止。原来灵气引出丹田，分为无穿插交织、骨互相，但上手操作却发现远比想象中困难。小洛有什么事吗？秦奇峰成为武师，成了族里20岁以下的第1人。秦百川为此大张宴席，隆重庆贺。达哥，你也在被邀之列，你看咱们给那个小武师送多少银子？送10两银子就行了。现在外面都在传闻，秦氏出了一位20岁以下武师，其族即将大发。其实他们不知道，咱们秦氏一族还有一个更了不起。小洛，大哥的事不可随意声张。少臣，你来了。爷爷说了，2位前辈难得来一趟，大家都应该拜见一下。我带你去拜见2位前辈。秦少臣和秦奇峰走到红衣老妇、白袍老者面前，行了晚辈。你就是3代族人中排名第9的秦少臣，年纪轻轻，有此修为，武道根基也算相当出众了。这一次，我们会挑选10位年轻武者回省城，你修为不错，可要多多努力。晚辈定当尽力。这几颗聚息丹算是老夫送你的见面礼，虽然不多，但对你的修为还是有所帮助。多谢前辈厚赐。小家伙，你走近点，让祖姑奶奶好好看看你。祖姑奶奶，不错，老身看得出来，你的根基相当扎实。你练的是哪一门武技？晚辈练的是滚石拳。可练有兵器武技？晚辈只习练过基础刀法，没有练过刀法武技。这一次去老家那里，可是要真刀真枪的和敌人拼杀，还是选一门武技傍身才更有效果。这样吧，你去老秦家大房秦百川家的藏书阁选一门武技。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之喜，秦少臣自然十分感激。易老姐，你这样不太好吧？你总是这般慷他人之慨，是不是过分了？百川是我大房的侄子，我要他拿点东西出来奖励后辈小子，你还有意见不成？咱们这次过来可是说好了，我们二房选6个人，你们大房选4个。可你现在已经赐下第5套功法了，我奖励后辈又有什么不可以？老身又没说奖励了那个后辈就一定要他跟着我们大房，你干着急什么？怎么样，2位前辈可有赏赐？当然有赏，赏赐我去藏书阁挑选技法呢。他们这次来确实带了很多书来，我带你去挑。这一次老家对挑选10位年轻武者可是相当的重视。那2位高人分属老秦家的大房和二房，我们天子山的秦家便是从属于大房的，以70的宗族，其实就是红衣老夫的亲弟弟了。不会吧？这么说，那位前辈的年龄岂不是要将近100岁了？老秦家的灵士能炼制一些增长寿元的丹药，那些前辈年龄超过100岁的可不止1、2位。原来灵士那么厉害，不光会各种法术，还可以炼制延年益寿的丹药。所以说，每一位灵士对家族研都非常重要。咱们这一次去老秦家，就是要护送那些年轻灵士去一个奇异地狱，搜寻奇珍异宝。老秦家带来的书都在这喽，你去选吧，我先走了。秦少臣现在主要心思在灵诀上，对武技已没那么在意，只是选一门傍身。周长老给的这个兽皮还真有点意思。连续2天，秦少臣足不出户，潜心修炼。总待在家里描画符文，未免太过枯燥，不如去山洞里修炼。果然，换了环境，心绪平静了许多。就这样一心修炼，不知过了多少天，这就成了。凝聚符文时头昏脑胀，没想到最后一步竟如此轻松。转，怎么回事？这可绝对不止3倍呀！秦少臣终于炼气期1层圆满。
从今天起，我就是一个炼气期2层的灵士了，下一步就可以学习法术了。只有会法术才算真正的灵士。开灵诀上有一个基础法术火球术，起。橘红小火球骤现，跃动不休。这也算火球？这个用来砸人不够威风呀！岩石竟然凭空消失，只留下灰烬。这火球的威力超乎想象啊！秦少臣再次凝聚出一个更大的火球，再次弹指，击中另一块可燃石。那是石头，不是木头，怎么那么快就被烧没了？秦少臣那是丹田，火灵气已耗去一半，看来最多只能凝聚4个火球。这次山洞之行真是大获全收。原来这就是灵士，在山里待了10多天，族会快到了，也该回家了。大哥，你终于回来了！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开战了，孙家、曾家和一个叫做阴山帮的帮派合在一起，跟咱们钱家打起来了。怎么回事？是于日前，秦家的搜索队在森林搜寻时，意外发现了一处火原石矿脉。原来那是个玄级矿脉，蕴含的火原石极为丰富。可惜的是，孙家的搜索队同时发现了孙家联合曾家与秦家斗争，最终达成协议，3家联合开矿，秦家占5成，孙家占3成，曾家占2成。几天前，孙家的一个族人孙小若竟突然被一个飞云宗看中，收为了那门弟子。孙家立即提出更改协议，要求他们独占5成，秦家3成，曾家2成。无理取闹！飞云宗很厉害吗？黑云宗在北部一带还是很有势力的，他们倒没有直接插手，却只派一个附属势力叫阴山帮的小门派来帮助孙家。关他们什么事？居然跑出来插上一脚！那咱们老秦家呢？秦百川难道就没有跟老秦家求助吗？当然求助了，另外3家一起施压，逼迫老秦家达成这样的协议，不插手这边的事。不过老秦家2位高人明确表示，虽然省城不能派人来，但他们2个不会袖手旁观，一定全力帮忙。族长秦百川已下了征召令，族中所有武徒4级以上的都要到祖祠集合，听从调遣。武徒4级顶什么用？这征召令严苛的令人心惊，可见战况之危急。我现在就去。秦少臣起身往外走，秦小洛眼中担忧。哥，不用担心，天子山3家达成协定，不在镇上厮杀，更不得伤及镇上妇孺，所以暂且还算安全。大伯，你也要上战场？废话，你们这些小武徒都敢往上冲，我好歹是个武师，哪有躲在后面的道理？各位族人，族战已起，刻不容缓。绝大多数武师和大部分武徒跟随我2爷、3爷直奔落霞岭，抢占矿洞入口，建立营寨。秦5爷、6爷、8爷则带领5位武师坐镇张家界，守护祖祠和族人。都听清楚了吗？不是。秦5爷秦天河武功高强，骁勇善战，武道修为已是武师后期巅峰，由他坐镇本家，是族中最为恰当的安排。族长，咱们3家不是有协议吗？怎么还留这么多人？不如把我调去落霞岭吧。胡闹！那种协议能当真吗？这次的敌人中有邪派，他们可不会遵守。少臣，你们小辈跟着南山巡视东街，守护族人。是5爷。哎呦啊！少臣，你怎么了？大伯，你们先走，我肚子痛。你小子可别乱来，真发现了什么？别冲动，我们就在附近。我真的肚子疼。秦少臣爬到屋顶，听着屋内的人密谋。马大哥，咱们不是要帮曾家打秦家吗？为啥非得等到3更才能动手？咱们现在就杀过去，岂不痛快？何必窝在这破屋里喝闷酒？你不想活了是不是？蒋门主吩咐了，必须3更后才能动手。兄弟们的任务是挡住他们，不让人干扰到诛杀秦武的计划。敌人真正的目标竟然是秦5爷，而他们这些巡街的人只是被用来牵制、分散注意力的棋子。不行，我不能让他们得逞。鬼鬼祟祟的在上面，兄弟们别留活口。给我上，一个也不要放过。没想到你们竟然都是武师。在这一瞬间，秦南山忽然听见秦少臣被死人所救。小臣退开，大伯来了。小臣，你没事吧？没什么大碍，都是皮外伤。
这些人不是曾家的，是阴山帮的，还好都是武师中比较弱的，不然咱们就没那么容易取胜了。大伯，咱们还是赶紧回去看看吧，恐怕祠堂那边也打起来了。跟着我前去接应。小陈，你回来了，你爷爷在祠堂里面，那里也有一个家伙想乘机放火，被你爷爷拦了下来。秦少臣来到祠堂内，秦八爷手握长枪，与一名手持铜锤的武师激烈chiến鬥。这个铜锤不错哦。小陈，退到一边去，这等烟杂货色，爷爷还应付得来。爷爷，你不用担心我，那个武师的功夫不行，他伤不了我。看不起我啊你啊！老子伤不了你，老子直接弄死你。这铜锤的力道简直完美。小心！秦少臣看似艰难的抵挡，却暗中给了武师一掌。秦振山就在这时候走了上来。小陈，你怎么样了？没事，爷爷，就是这铜锤太沉，手有点发麻。王八羔子，竟敢动我孙儿！今日不废了你，我亲自倒过来写。小陈，你靠边，看爷爷替你出气。烈火掌的后劲已发作，他撑不了半炷香了。好，爷爷小心！打死这个龟孙儿！秦少臣俯身拾起地上的两柄铜锤，掂量着重量，眼中露出满意神色。秦少臣见大局已定，转身向外走去，准备驰援其他战场。少臣，你在哪？别喊了，我在这。吴爷爷呢？吴爷爷追着一个行踪诡异的武者出去了，说是怕他跑了。不好，蒋月设计这场大战目标根本就是吴爷爷，你先替我保管，我要离开一趟，带锤子不方便。离开？去哪？这路的事还没完呢，西界南界还在打，我们还得去帮忙。吴爷爷那边更危险，我必须去。这里的事你先顶着，我处理完就回来。姓孙的，你眼瞎吗？没看见我受伤了吗？哎，将门主技不如人，可怨不得别人。阴山帮的办事能力真是越来越堪忧了。孙兆义，原来是你！你这老东西，不在落霞岭，却躲着暗算老夫，就凭你们两个蠢货，一起上又能把我怎么样？大武师，你何时成为大武师了？老夫轻轻一掌便让你吐血，还会有假吗？老夫停留在武士巅峰10多年了，积淀足够，3颗大武丹一起吞服，晋升大武士，水到渠成。黑云宗死了孙家5颗大武丹，姓秦的，现在你总算知道孙家实力比秦家强了吧？放屁！就凭几颗丹药，便想和秦家比，做白日梦吧！哈哈，是不是白日梦？你都见不到了，你还是去南星去死吧。有意思，原来孙家悄悄地出了一位大武师，还配合阴山帮围杀秦家长老。秦家一定想知道孙家的大武师叫什么名字。姓孙的，你猜一猜，秦家为此会出多少银子？蒋月，你这蠢货，被人一直跟着，居然都没发现。是谁？有本事就给老子出来！你先拖住姓秦的，我去把那个人灭了。林中人，赶快逃！小子，你是什么人？怎么会在这里？我嫩爹。什么？过路的。过路人？那你阻拦这件事情干什么？因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你胆子不小，死到临头了，还面不改色。孙前辈，你开玩笑吗？晚辈年龄还小，不会死在前辈前面。一个人要死，跟年龄可没什么关系，愚蠢也会让人早死。说到愚蠢，晚辈可比不上你们。孙家好不容易又出一位大武师，却急着挑战秦家，不是自己作死吗？你这小子居然说老夫作死！好，老夫倒要看看你到底怎么死的。老夫这根手指上有一门武技，叫做金蛇缠丝手，凡身中此招的人都要挨好3天3夜才会死。今天就让你尝尝。我的这根手指上也有一门武技，叫做小火球，凡身中此招的人，不用等上3天，马上就死。就你这火球，我看你这小辈是疯。不可能，不可能！难怪灵士们都不喜欢练武，习练武功实在很笨。不知道武爷爷那边怎么样了？孙兆义，你想把老夫害死没？老夫已经挡不住了。来，吃你秦爷一掌！姓秦的，老夫已饶了你一条性命，你还死缠烂打，
等姓孙的回来，你也活不成。秦海爷早点何其丰富，见敌人已是强弩之末，出手更快更狠，将门主身体趴在地上，彻底没了声息。垃圾！祖祠广场上张灯结彩，秦家比试就要开始了。各位族叔族伯好。你小子这段时间风头无两啊，武功晋级了不说，还发现了别人想要谋害秦家，那对铜大锤这么重，你竟然能挥舞起来。这不，咱们秦家的大名人秦志宏回来了，想要挑战你呢。卓选前10的比赛，他若是挑战，我就敢应。冗长的祭拜与梵文录结后，族会大比正式开始。秦少臣对外的修为都是8级武徒，在年前1辈中也算佼佼者，所以秦少臣站在初始名单的10人里面。莫非这小子是想摸清我的套路，再伺机而动？下面进行的是排位挑战，前10位武者如对排名有所不满，可向排位更高的族人挑战。他来了，他来了！各位长老，我师兄何冠中一心仰慕老秦家，愿为前10强效力，想参加挑战赛，还望各位长老准允。胡闹！这是秦氏族会挑选本族才俊，你师兄一个外人，掺和什么？此次优胜者为秘境探险，需真正强者。我师兄何冠中五类拔萃，他若加入，定能胜任。挑选强者若局限于秦氏，必有无能之辈混入。我觉得那年轻人说的有道理。倘若前10强不胜任，便危及族中林氏安危。若那姓何的真有本事，给他一次机会又何妨？既然二姑开口，那便给他一次机会好了。听说这个何冠中是省城何大武士的儿子，应招公联的极有造诣。多谢各位前辈，给晚辈机会，何冠中定加倍努力，争取为老秦家效力。年轻人，只要你能挑战成功，开灵丹奖励有你一份。入秦家后编入外姓护卫，望你好好表现，莫令老身失望。何冠中挑了排第3的秦家弟子进行比试，鹰爪功赶紧立威，竟然真的将秦家弟子比了下去。何冠中胜，10强排序第3位。八房秦少臣申请挑战鹰爪门何冠中。秦少臣，你少嚣张，你的第一不过是运气，还有秦奇峰谦让。你若不满意，咱们就比试一下，看谁更厉害。没问题，我会让你好好品尝一下鹰爪门的武技。何冠中俯冲而下，双爪一前一后抓向秦少臣面门。就这！秦少臣族中弟子无一不拍手叫。这是什么情况？这就是你的实力。八房秦少臣挑战成功，胜。你这抓人就咋的招数？是什么武技？好像很厉害啊！是擒拿术吗？这是从抡大锤中领悟到的，可没有什么名字。抡大锤，这样你都能学到高招。何冠中在秦少臣手上虽然输得挺惨，醒来之后竟然还是找了个排名靠后的秦家弟子比试，稳稳坐到了第7的位置上。那个秦少臣既然打败姓何的，排名就是第3，应当归属我们2房。快去把他叫过来，老夫要好好赏赐他一下。什么归属你们？那秦少臣，老身可是早就看中了。回老家之后，当然是咱们大房的人。易老姐，咱们可是说好了，第1名、第2名归你们大房，而第3名、第4名、第5名归我们2房。你怎么一转眼就变卦了？什么？说好的我可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月雨仙子吩咐过人，要由我们来先选。莫非月雨仙子说的话也不作数？你怎么动不动就把月雨仙子拿出来唬老夫？恭喜各位10强，这是你们应得的奖励。这些开灵丹的成色比我现有的3颗略差，而且开灵丹最多只能服用3颗，再多便无效果。这1颗小妹也用不上啊！肃静，肃静！大会还没有结束，现在进行最后一项测灵会。测灵会那是什么？我怎么没听过？难怪天子山秦家几10年来一个灵士都没出现，就你们这种卧室态度，怎么可能测出有灵窍的族人？简直荒唐！这是蕴含特殊力量的符文。有意思，那玉石不知是什么，竟能引发这些变化。开始吧。一会儿我转动石柱，你们就开始运行开灵诀。我没喊停下，就一直练下去，不要停。秦家小辈禁区又出来，竟然没有一个人能点亮符文。秦百川的脸色越来越黑。小洛，你准备好了吗？六爷爷，我哥哥早就把开灵丹给我了，我准备好了。那是谁家的？怎么那开灵丹还能当糖豆一样吃吗？那小姑娘的大哥就是大力秦秦少臣。我啥时候又多了一个这样的外号？
阵法运转，秦小洛再次拿出一颗丹药吞下去，石柱最高处一块符文微微发亮，好像有点变化。你有没有发现中间那块符文有点发亮的感觉？这是碑几十年都没变过，亮一点意味着什么？秦小洛拿出一颗暗红色的丹药，一口吞下，石柱上的符文明显透出光泽，亮了起来。亮了，真正的亮了！苍天有眼呀，有灵士出现了。小妹，这是真的要成为灵士了，真是不冤枉自己这么煞费苦心的找来那么多丹药。易老姐，他那光亮会是几窍灵士？我想最少也是双窍，不过老身倒是觉得这光亮比我见过的任何一次都要亮一些，说不定还有可能是……你不会告诉我，他有可能开出3个灵窍吧？秦小洛神色痛苦，石柱上3个小符文慢慢亮了起来。三窍灵士，周老弟，恐怕还得劳烦你辛苦一趟，亲自赶往老秦家，叫那边的人前来接应一下。对，还是易老姐心思甚密，正该如此。百川封锁消息，不能让别人知道咱们秦家出了3窍灵士，任何人问起，包括族人，都只能说单窍。是二姑。小姑娘，先跟我走。这算是怎么回事？话都不让说了。我要见一下小妹。白天我没来打扰，现在是天黑了，我可以见了吧？我知道你想见小洛，但在见小洛之前，老身有些话要和你们说一说。省城4大家关系向来剑拔弩张，若是另外3大家族知道后，他们立即会派出大武师灵士，不能为我所用，就必须毁去，这就是所有大家族一贯的原则。倘若他们知道小洛其实是一个3窍灵士，那他们会做出什么举动？老身是想都不敢想。3窍灵士和一般的灵士有很大的不同。3窍灵士吸收灵气速度是3倍，修炼进度比单窍灵士快很多。若有机缘，确实能有不小成就。秦家能有今天，全靠200年前的天才秦开帮老祖，他就是一位3窍灵士。但是老祖之后的3窍灵士全都死于非命了。那小洛，他这段时间只能住在这里，我在这发誓，无论如何都要保护住小洛。我去跟百川聊点事，你进去和小洛说说话吧。这都是什么事呀？这灵士的事也太坑人了吧！哥哥，开灵窍可太有意思了，我感觉身体里充满了力量。小妹，你变成灵士以后，身上怎么还会发光呢？大哥，你难道没有发现，其实你的身上也有那些光泽吗？这些是灵光，祖姑奶奶曾告诉我，灵士一旦开灵成功，身上便会透出一丝光亮。一个人什么修为都能由这些光泽大概判断出来，只不过那些光亮只有灵士才能看见。若是灵士身上都带着光，那自己这个小灵士还怎么隐瞒身份？老秦家只要随便来一个灵士，就能轻易看出自己是个冒牌武者，实则是一个灵士。对啊，大哥，在秦家只有我们2个是灵士，但是到了老秦家，那边的灵士可就多了。其实我倒是有一个法子可以尝试一下，就是不知道成不成。什么办法？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封印的符文，它可以把一些不想显露出来的东西给封印在体内。大哥，你竟然还有这种好东西！你去找些纸和笔来，我画给你看。秦小洛找来了笔墨纸砚和一大叠牛皮纸，秦少臣一笔一画的描绘起来。秦小洛饶有兴趣的看了一会儿，突然拿起笔，也照着那些图形勾画起来。厉害呀，小妹！想不到你在符文方面还有这种天赋。真的吗？我就是凭空觉得最好这么绕来绕去，才更加合理。难道这样也行？你随便的这几下就把大哥想了很久都没有想通的问题统统给绕通了。这几天我就用灵气好好构建一下这个符文，这张兽皮上的符文就送给你好了。小洛可能会有危险，我还是得更加强大才行。秦少臣陷入修炼之中，在他不知道的地方，危险悄然而至。一个小小秦家竟敢毁我阴山帮半壁江山，看来是比老夫下狠手了。我们孙家培养了许久的武师孙兆义被他们杀了，此仇不共戴天。唉，秦家藏得太深，竟在镇上埋伏大武师偷听，真是阴险。于兆天，你当然厉害了，可那老太婆的灵视神通实在诡异，防不胜防啊！哼，臣护法不必紧张，那是灵符，威力虽大，但价格不菲。那老太婆身上
最多就1张。于帮主，非我胆小，可灵符一出，有死无生，实在难对付。陈护法，不愿带就回你的黑云宗去吧。于帮主，黑云宗不支持咱们的行动，秦家背后有省城秦家，没有黑云宗庇佑，我们贸然行动，恐怕有点冒失了。是啊，没黑云宗授意，咱们还是谨慎行事的好。你不是说和秦家不共戴天，怎么还没开始就谨慎了？唉，我孙家有几百口族人，我不能不为他们考虑啊。我们有一个盟友，比黑云宗更有实力。于帮主，这盟友到底是什么人？盟友身份暂且保密，他给出的条件足够吸引老夫，有1颗寿丹，还有6颗大武丹。寿丹是传说中能增寿的奇丹，只有灵士才能炼制。正是，吃了它，武者可延寿10年，得此寿丹，我便能进阶宗师。恭喜于帮主，达成此事，您就能一跃冲天，成为宗师大人。6颗大武丹就是为你们2家准备的，能为家族再添1名大武师。2位意下如何？陈护法，你若全力相助，事成之后，我便任命你为副门主，1人之下，万人之上。我为护法自当为门主效力，肝脑涂地，在所不惜。那就好，此战目的就是灭了那个小灵士。回去准备，开始动手吧。秦少臣和秦小洛正沉浸在符文的推敲中，突然远处一传来密集的冰刃交击声。小妹，有敌人杀过来了，我们先躲避一下。少臣小洛有敌袭，按照预案撤离。快走！于兆天，你们阴山帮是要跟我们秦家不死不休吗？笑话！你还敢责怪老夫挑衅？你们秦家连杀我2位门主，如此嚣张，老夫再不出手教训，还算血门门主吗？如果不是你们屡次找上秦家，又怎会发生冲突？这般颠倒黑白，真让天下人耻笑。曾云贵，原来是你这老东西！你们秦家在张家界称王称霸也太久了点吧？今天老夫来这里，就是告诉你，张家界可不是你秦氏一家的。姓曾的，你以为靠上一个邪门帮派就可以挑衅秦家了？看我如何废了你！于帮主，人不在上面，已经跑了。放心，那小家伙跑不了多远。小洛，快，马上到达接应点了。哥哥，我听你的。按照原定计划，这里将有4位武师接应，怎么回事？人呢？有埋伏，走，快回去。他是大武师。奇怪了，你们小辈怎么发现我的？拿着会用吗？会，祖姑奶奶教过。灵符，快用！成功了！臭丫头，竟敢在老子面前用灵符！没事吧？哥，我没事。身有灵符，中了符鼓掌还不死，灵符果然神奇。你怎么知道我们要走这路？有人告密。你问这干嘛？你觉得还能活着回去告密吗？想不到阴山帮竟派大武师暗杀小辈，不知廉耻。阴山帮算什么东西？灵符哪来的？老实交代，还能让你好死？是我死还是你死还不一定。不自量力！你也是灵士？大哥，这竟然这么神奇！那就是灵士可以使用的法术，叫火球术，能一瞬间把人烧成灰，甚至连灰都没有。你待在这别动，我去周围看看。接走那个笨蛋，怎么去了那么久还不回来？高远，你去看一看那边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应该不会，携走是大武师中期，不至于出意外。再说了，倘若真有大武师动手，我在这边应该感应到。我叫你去就去，啰里啰嗦干什么？领主，不是我不去，而是我离开你，你身边可就没有人保护了。行了，这里又不是省城，哪来那么多高手？再说了，真要有人来袭，只要秦兄帮我抵挡1、2，我一个火球过去，还不是什么都解决了？我果然猜对了，那个人真是一个灵士。
先前的老者多半也是此人的手下，来自省城，只不过不知道是哪家的。来得这么快，居然还赶在秦家的前面。只要抓住秦家小林氏，献给老太爷，说不定就能入秘境。那好吧，我去一趟，很快回来。秦兄弟，我家领主的事儿就麻烦你了。高前辈放心，想伤王少，除非从我尸体上踩过去。秦少臣心中一动，既然对方是冲着秦小洛来的，绝不能轻饶。他悄然行动，紧随高原而去。只要制服这个大武师，剩下2人便不足为惧。你是谁？我只是小人物，但只有找到我，才能找到那个邪手，才能知道发生了什么。秦少臣边说边全神戒备，早早的运行。糟糕，火球术还没弄好。不要脸，大武师竟然偷袭！老子就是卑鄙，从不在意什么身份。别说你，就是对没武功的，老子一样会抢先出手。现在你可以老实说了吧？哼，哟呵，你以为不说话就能过关？死了这条心吧，这附近没人会救你。小子，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当我卸下你4肢后，不知道你还会不会这么硬气？你终于肯靠近了，你这大武师还真是挺厉害。秦少臣终于长吁了一口气，这个大武师总算是解决掉了。接下来就要看一下，究竟是谁背叛了秦家，又是谁想要对付秦小洛。王少，2位前辈已经过去老半天了，怎一点音信没有呀？会不会真出什么意外？当然不会，本少爷的这2位跟随者行事谨慎，这点小事儿绝对难不倒他们。说的是，一定是2位前辈发现敌踪，立即追了下去。相信要不了多久，他们就可以把那个小丫头给抓了过来。王少为什么要抓那个小丫头？不是说王家和老秦家是死对头，直接弄死他，岂不是更好？你懂什么？灵氏可不是那么容易出现的，每一个都极其难得。我要将他抓回省城，每天给他一点丹药，让他修炼灵气。等到他能熟练运用灵气后，就逼着他炼制简单丹药。那时我王家岂不是多了一个高等奴隶？不比弄死他强多了。你们外人不知道，一个灵师的用处可太多了，只要运用得好，比养100个武者还要有价值呀。灵师的用处既然是如此卑劣的奴役，秦少臣心中怒火翻腾。他强压着冲动，冷静地评估着眼前这个灵士。他注意到王月婷身上透出的灵光很是暗淡，猜测对方的法术攻击有效范围应该不会超过10丈。回来了，多半是抓。秦广邦转身看清秦少臣，脸色煞白，连连后退。秦少臣，怎么会是你？三堂伯，你又怎么会在这里？你是谁？从哪儿冒出来的？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你究竟是谁？秦少臣，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秦小洛呢？秦八爷呢？秦少臣，是不是秦八爷发现不对劲，就护着秦小洛跑了？他们一时没空杀你，才让你捡了一条命。可你不去逃命，却跑到这来，你是想袭击王少爷吧？秦广邦，你居然敢出卖了秦家，你是不是忘了自己姓什么了？谁说我出卖秦家了？哼，我出卖的不过是你家那个臭丫头罢了。你们家算什么东西？不过是一个东街上的破落户而已，居然也配冒出个林氏？我今天才知道你的心思居然这么歹毒。也罢，你既不仁，就别怪我手段凶狠了。狂妄无知！你打我！秦广邦率先出手，秦小臣轻松躲过。秦少臣你住手！先停一下，有话好好说。你手上练的是什么功夫？秦广邦，你很了解我吗？你的手掌不像被烈火炙烤吗？对，烈火掌你这么快就练成了。好，我认栽了，把疗伤药给我。可笑，三堂伯，你以为随便说句算了就能当没发生？我已认栽，你还想怎样？你难道真想要我的命？你说的不错，我就是要你的命，你死定了！你如此歹毒，老子先劈了你！秦少臣闪现秦广邦身后，给秦广邦一掌，秦广邦吐血倒地。你的烈火掌怎么这么毒？快把解药给我！我说了，你既然想害我们，就别怪我心狠手辣。秦兄，你捣什么鬼？你不是武师吗？怎对付一个小子还吃力？秦少臣不再理会秦广邦，目光冰冷地看向王月婷。王月婷吓了一跳。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我可不是你惹得起的人。小子，你别乱来！姓王的，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了你吗？秦少臣，别丢下我！三堂伯错了，你救救我，我下次……再见了，兄弟，再见！这2个不靠谱的混蛋，这么半天还不回来？水
帅哥，你在等我吗？你别过来，我可是会法术的，我是一个真的灵士。你要是把我逼急了，老子就同你同归于尽。你想我不动手，就老实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小子，我可不是一个你得罪得起的人。你别过来，我可是会火球术的。火球术？你说的那个火球在哪里？我和你无冤无仇，所以也不想伤害你。你只要不逼我，我就不弹出火球。秦少臣注意到王月挺正在偷偷运转灵气，但他故作不知。无冤无仇？嘿，你跑到张家界来，意图谋害我家小妹，还能叫无冤无仇吗？都是秦广帮那个混蛋干的好事，是他找到我说你们秦家出了个灵士，我们王家跟省城那个秦家是死对头。我既然知道了，总不能置之不理吧？所以你就联系了其他势力，让他们进攻秦家，而你却躲在这里，准备暗算我们。这其实都是秦广帮出的主意。他把你们撤退的线路都告诉了我，说我只需躲在这儿，就可以等到你们自投罗网。看来你的故事讲完了，终于可以用火球术了。不错，原来你也看出来了，可惜已经晚了。秦少臣盯着那个小火球，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和不解。王月婷凝聚的火球比秦少臣的要小得多，颜色也淡。嘿嘿，小子，你现在总该相信本少爷是一个灵士吧？我告诉你，别看这个火球小，但你只要走进我身边5丈之内，本少爷瞬间就能让你灰飞烟灭。我相信5丈之内，你的火球的确有杀伤力，但是你看我们之间的距离是在5丈之内吗？5丈之外，我用这把单刀就可以劈了你。姓秦的，你又是敢？王月婷这个不谙武功的灵士，在秦少臣手下，竟连一招都没能撑过去。不学武功的人还真是脆弱呀！树林里的敌人都已经被我消灭了，我还缴获了一个小袋子，这个袋子有点怪异，你看看。我听祖姑奶奶提到过，老秦家那些有身份的灵士身上都会有一种储物袋，你抢来的这个袋子会不会是那种储物袋？里面空间很大，可以装很多东西。这就对了，这个袋子极有可能就是储物袋，因为袋子的主人就是一个灵士。大哥，难道你刚刚解决掉的那些敌人里面还有一个灵士？那个人看起来应该来头不小，在没搞清楚事情前，你不要跟任何人提起。祖姑奶奶也提到过，她说储物袋的主人死了以后，用来封锁储物袋的法印便会慢慢消散，只不过时间会稍微久一点。应该是秦家族人。这个突来的老者速度快的没人能反应多来，随着老者手指指向秦少臣额头时，感觉时间都静止了一般。好在老者是怀着善意指点来的。嘿，晚辈秦少臣，多谢老前辈指教。你这玩意儿应该就是那个大力秦吧？能在15招摆脱老夫的压制，还能反击1招，光是这份能耐，就在武师当中也不多见。朝向的后人当中有你这样天才，他9泉之下也该欣慰不已。前辈的夸奖，受之有愧，万万不敢当。您老指点我的那几招，让我感觉到回去好好想一下，一定会有大的收获。老夫名叫秦朝天，是你曾祖的2哥，当然是你的长辈了。你回去思索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只管来问我好了。这边，洛儿，你没有事，那可真是太好了。先前老身看见那4位武士的尸首，一颗心已凉了半截。幸好上天眷顾老秦家，而你们2个小家伙十分机顶，才能好过一场大劫。快把你们详细的灯谜告诉祖姑奶奶。秦小洛和秦少臣这对历经磨难的兄妹，终于回到了秦家。他们早已商量好口径，由秦小洛讲述撤离时的惊险。这件事情一定是有人在捣鬼，回去以后，老身一定要好好追查，看看到底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出卖秦家。秦少臣这才知道，秦二爷在战斗中身受重伤，幸亏秦家第一批前来接应的人及时赶到，为首的正是这位老秦家赫赫有名的强者秦朝天。他修为已达大武师后期巅峰，正冲击宗师境。你知道吗？老祖先赶来的时候，二爷爷已经被打得连连后退了，但是老祖先几招之间便连伤对方3位武士，随后替换下秦二爷与老帮主展开激战。那后来呢？姓于的死了没？他眼见形势不利，他竟不顾手下和盟友，硬拼1招后迅速逃离。孙氏族长孙万元被打得口吐鲜血，拼命逃走。曾家族长曾云贵见势不妙，当场弃械投降。至于陈秉忠则没那么幸运，他数次想逃都被截下，最终在秦朝天与秦百川的围攻下
被秦朝天一掌拍死。秦少臣听着战况，心头震撼，他望向祖姑奶奶，眼神中充满敬意。老二，你这次过来是来迎接和保护小洛的，所以一切要以小洛为主，不要掉以轻心。那是自然。有你坐镇这里，我那颗悬着的心也终于可以放进来了。最多不过3-5天，张老九就会带着护卫队过来。到那时，咱们再一起回老秦家。祖姑奶奶下令调查秦家叛徒，但始终没有结果。秦少臣心中清楚，短时间内这些内情难以查清。他真正想知道的是这件事的主谋究竟是秦广帮一人，还是整个三房都在背后支持。起来，起来，起来！你这小娃儿就是乖巧。这2天老夫被发配到这里，正好没什么事，所以把你叫来指点一下。多谢曾祖伯。秦朝天兴致很高，直接问起秦少臣习练的武技功法，便转入正题。秦少臣本以为曾祖伯会传授他功法武技，没想到秦朝天却提出要与他过招。招式武技都不如在比斗中培养出的五行更重要。什么是五心？所谓五心，便是在比斗中能料敌先机，一眼窥破敌招虚实的能力。先知先觉，拥有五心的武者，即便功力稍逊对手，真正交手时，也往往能赢过对方。难道我一直以为灵觉带来的直觉就是秦老爷子说的五心？秦朝天开始亲手示范，几个时辰后，天哪！我的滚石拳烈火掌竟然有这么多破绽！一旦遇上真正高手，一招就能取我性命。随着切磋深入，秦朝天越指点越高兴。他发现秦少臣在五行方面的感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这小子领悟速度竟如此之快，那些难解之说，他不但能很快理解，还能直接运用到实战中。我老秦家真是捡到宝了。此后的2天，秦少臣过上了普通的日子，每隔2个时辰就与曾祖伯的手下大战一场。打完，老爷子亲自讲评，总结得失，之后服食丹药，运功调息。而另一边，秦家内部的暗流涌动也正悄然酝酿。大哥，老秦家的人来了。祖姑奶奶说，这次领队的是他们大房的掌舵人，同时也是一位大名鼎鼎的灵士，恐怕你得想办法避开一下了。这几天我忙于习武，封印的事几乎完全放下了，看来也只好先躲开了。行，那你万事小心，一旦封印成功，哥就马上去省城。祖姑奶奶和秦朝天已出张家界迎接老秦家人，算算时间，很快就会返回。秦少臣不敢怠慢，回了家就开始闭门点悟。秦少臣再次进入疯狂修炼，这一次除了修炼，还要用五行灵气勾画封印，运用不同五行灵气，能极大加强符文结构。有戏！秦少臣催动符文，浮于丹田上方，缓缓降下，竟真的将丹田出口封合起来。秦少臣低头看向腹部，身上的灵光果然消失不见。他默默运转念头，约束灵气，收缩符文。成了，周长老的东西当真是宝贝。看看我现在能不能打开这个袋子。这么简单就打开了，这储物袋居然有那么大，只差一点就能赶得上一个小房间了。空间内碎银堆成小山，银票厚厚一叠，还有玉制药瓶、几本书籍以及大量珠宝首饰。显然这王月婷是个贪财好色之徒。8颗大武丹、寒冰掌、铁石拳、玄空指，这个王月婷收藏了这么武技，还有一本修真入门。哎，这真是天助我也！秦少臣双眼紧盯书页，表情从迷茫到豁然开朗，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书中的知识。自从开灵成功，他修真路上一直摸索，无人指点。这本书比1000两银票更珍贵。灵气初成圆满，可修炼基础法术。除了火球术，还有水剑术、木藤术、土线术、金风术、灵石。灵石不仅是修炼资源，更是修真方式的货币。银两在那里，根本不被认可。秦少臣目光扫过袋内，取出长条盒子，打开盒子，里面赫然是几块散发微光的玉石。秦少臣脸上露出惊喜的笑容，果然是灵石，共20块。滚滚灵气涌动，掌心的灵石更是如两股洪流，凶猛地吸入体内。就这样没了。这修炼方法速度是快，但也太烧钱了。大力琴，你来了，最近越来越厉害了。小六子师弟，才几天没见，你可是越来越会说话了，一见面就奉承师兄，可不像你的风格呀。我哪有什么奉承，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小六子，少废话，秦少臣来了吧？快叫那个大力秦上楼来。听见没有？不单是我，连掌柜都知道你的大名。外门弟子秦少臣见过周长老。小子，你最近运气不错，混得风生水起。你家小妹开灵成功，开了几处灵窍？她的运气还算不错，开了3个灵窍。3窍灵士，运气是很不错，但是她的将来麻烦也是不小。
周长老，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家小妹既已成了灵士，有些话老夫该给你说说了。灵士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危险比武者多太多。秦少臣想起之前的追杀，心中一凛，深以为然，点头。灵士初始阶段，偏偏又都比较孱弱，多数时候只能依靠武者才得以维护周全。越优秀的灵士，所需保护自然越多。我问你，你为你家小灵士准备了多少保护啊？你以为小妹既然回了老秦家，秦家武者会提供保护，再不用担心。你小子一向精明能干，你难道真以为老秦家那些人会不求回报，任劳任怨为你家小妹提供保护？那他们想得到什么？可能是灵士才能炼制的延年益寿丹药，也可能是杀人无形的符箓，可能让你家小妹穷尽数十年研习阵法。你家小妹成为灵士那一刻，就已经失去了自由，变成一个必须依靠外力支撑，只能生活在别人为她建造的院墙里面的人物。周长老与我说这些，求告诉弟子一个解决办法。这个嘛，也不是没有，除非他自己是个高手，能自己保护自己，又或者你这位大哥能保护他周全，得不到就想将他除之而后快。这情况之下，就是有3个大武师，也不一定能保证他的安全。周长老所言并非全是危言耸听，那依周长老的看法，应该怎么做？其实老夫倒是有一个不错的主意，只不过老夫的这个办法好处不少，但风险也是不小。老夫说出来后，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吧。果然，他铺垫了这么多，目的在这儿呢。咱们药宗有一种使用药物快速提升修为的法门，这门功法功效显著，威力奇大，名称叫做9层皮。9层皮，不错，这门功法十分厉害，修炼的方法也颇为古怪。不过这门功法练成以后，威力却是十分惊人。只可惜这门功法要求太过古怪，咱们宗里从有了这门功法以后，几百年来真正练成了的，居然一个都没有。嗨，据宗里的典籍记载，练得最好的也只练到了第4层皮。练这门功法，每一层都有着极大风险，一旦不能成功，多半都会毒发身亡。原来是这样，看来这周自尧又在打我这个弃毒霸体的主意。这个功法威力强大，当年修炼到第4层的那位前辈，在练成了第4层铜甲皮后，从此不但在宗中无人可敌，后来出外闯荡武道，纵横整个中州，都没有遇见敌手，可以说是一招功成，威震天下。我的天哪！只练到第4层，就在中州所向无敌。如果练到第5层，岂不就是天下无敌了？老夫向你推荐9层皮，不只是因为它威力强大，而是修炼9层皮所需的时间要远远少于其他的功法。现在最需要的不就是短时间内武功大为提升了？修炼此功法，除了不怕毒物，还需要什么条件？9层皮，第1层青木皮，能在皮下生成青木之气，其功效大致能和玄级武技铁布衫相当，却没有四肢僵硬的弊病。青木皮主要靠苦桑树提供桑木之气，中和地气，最终化为护体真气。木气最重要，越粗壮的大树，木气越充裕。看见没？那里有一锅绿色的药水，现在你可以把衣服脱掉了。什么？我说你不会打算穿着衣服泡药水吧？药水入体，秦少臣瞬间感到火辣辣的疼痛，药力之强远超想象。周自尧从怀中摸出一颗丹药，递给秦少臣，吃下这颗丹药可以保你15天不饥饿，你只管躺着，什么也不用管。等会儿我们把泥土封上后，你会觉得4周压力很大，那是药物在起作用，此后的一切只能靠你自己忍受了。周长老，您是认真的吗？可别骗人，我裤衩都没了。你小子想挨打不是？老夫堂堂没理由骗你。赶紧拿好这根竹管，埋着的时候你就用这个管子呼吸，管子里有个小竹珠子，倘若你实在支撑不住，就运气把珠子使劲喷出来，老夫看见后自然会把你挖出来。仔细给我听着，别打马虎眼。在地底下你要运行你的功法，争取把木气地气运到身体各处。明白了，那就开始吧。秦少臣整个头埋入药水之中，周药师不停挖土，
身后出现一个土堆，土堆上端一根细细的竹管子露在地表外面，药水冰冷刺骨。秦少臣感觉到越来越冷，四肢百骸开始变得冰凉，先前那种火辣辣的感觉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难受的又冷又痛、又麻又痒的感受。很快，他连一个手指头都动不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咬紧牙关，硬生生挺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觉得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每一寸地方都承受着成百上千斤的重量。人呀，人呀！师傅，秦师兄的这个坑比我当初的深得多了，这种程度不会有事吧？当然不会有事，一个连金魔蛇都咬不死的人，怎么会有事？那小子可比你强悍多啊，所以药液里的药性浓了许多。老夫可不想他把青木皮练得跟你一样，高不成低不就，不伦不类的。终于又有一个屁毒霸体肯修炼9层皮了。老夫就是想看看那小子能把青木皮练成什么样子。这些大概就是周自尧所说的苦桑树的木气和地气吧。这种修炼方法绝对不是一个正常人能想到，大概只有被活埋过又没死掉的人才会用这种方法修炼。果然和周自尧说的一样，太慢了，这样下去3、5天也运行不了1个周天。既然什么功法都可以，为什么不试试灵诀？咦，居然真的可以！秦少臣感觉到那种神秘物质渗入身体的速度也随之加快，而且地底下的灵气竟然不比空气中少。太好了，地底的寂静与沉闷足以让人心智崩溃，但若能修炼，一切便不再可怕。木气快用完了，这棵大树过不了几天就会死掉，青木皮的效果岂不是要打折扣？不过周围还有一些树。秦少臣的意识如同触角般慢慢延伸出去，他发现自己的心念仿佛可以控制这种感应，就像身体里突然长出一个新的器官，好奇地触摸着这个新世界。这种感应不是听觉，不是视觉，而是一种纯粹但又无比真实的触感。这种真实感就像是眼睛看到的东西一样，有的比较坚硬，应该是石头。有的曲折细长，应该是树根；有东西在动，难道是地下的小虫？怎么突然之间就能感觉到这些东西？刚才那种感知，难道是灵石？修真入门记载，灵是须达炼气7层方能生出灵石。为什么我现在就有了？难道是极端的压力让它提前出现了？这新生出来的感觉还真是灵石，我竟然拥有灵石了！我这次可真是大发了！秦少臣的灵石在泥土中穿梭，如同探照灯般清晰地看到了各种忙碌的小虫，大大小小，形形色色。他发现西北方向11丈外有一大片木气丰富的树根，刚好我这边的树根都快干涸了。真的可以，虽然引来的木气不多，但比起先前比好上太多，一点一点积少成多。师傅，秦师兄的呼吸重些了吗？这小子有点奇怪，按理说他习武多年，吐出的气息应该绵长有力，可第一天埋下去，主管里就半死不活的。那咱们要不要把他挖出来看看？不用，这小子啊，气息虽然微弱，但均匀稳定，应该没问题。何况你看这棵苦桑树已经很是衰败，证明它吸收正常。师傅，不光是这棵大树要死了，那棵大树也要枯死了。那棵树怎么也成了那副鬼样子？前天我就发现它不对劲，今天仿佛更严重了。奇怪了，那棵树10多年来都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师傅，秦师兄已经埋下去10多天了，您真不担心他出意外吗？这小子的命硬得很，金魔蛇都咬不死他，能出什么状况？放心吧，他要真受不了，会把竹珠子吐出来了。没信号就让他安心修炼。明明秦少臣埋在10丈之外，这棵树还活着，那棵怎么反倒先死了？最多2、3天，这棵大树就会彻底枯死。秦师兄也该被挖出来了。然而他并不知道，地底深处的秦少臣正在以一种远超他们想象的方式加速着这一切的发生。小六子，哇！师傅，师兄一动不动的，是不是死了？是不是埋太久了？你去看看。师傅，我害怕。哎呀，师兄诈尸了！你们在干什么？我还没把竹珠吐出去，为何就把我挖出来了？小子，你还能说话？周长老，难道我不能说话吗？觉得怎么样？没什么事吧？怎么没事？我都快饿死了。你那颗丸子前面几天还管点用，到了后面就一点作用都没了。
我要是手脚还能动弹，早把土里的蚯蚓都抓来吃了。秦少臣想爬出土坑，却手脚无力。小六子跳入坑中，将秦少臣背起，向药堂跑去。那小子怎么还能说话？特么的啊！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小六子还有没有吃的？吃的。我饿了10天，这点哪里够？我房里还有些糕点，这就给你拿来。秦少臣，你真的没有什么事吗？有事呀，很饿，而且很困。你这叫什么事儿？被埋了30天了，你不应该半死不活，奄奄一息，你倒好，一出来就要吃的，那算有事吗？我就不能好过一点？真是想不明白，这小子怎么跟别人不一样了？屁毒霸体是抗毒性强，可不意味着体力耐力都异于常人。小六子，打桶水来，把你师兄放进去涮涮，把他弄到床上。天黑着，莫非我睡了一天？卧槽，大巫师！怎么，你很意外？老夫早在20年前就已经是大巫师了，如果不是意外中毒，也不会在这个小镇子隐姓埋名这么多年。那你现在是什么境界？嘿嘿，托了你小子的福，老夫服下雷金花制的丹药后，淤积多年的毒伤已尽数康复，现在是大巫师中期，不久之后便能晋级大巫师后期。这次老夫能够摆脱厄运，你的功劳很大，因此传你9层皮也不全是为了宗门着想，还有回报你的意思。怎么样，你可准备好了？啊？准备什么？人呢？你，周长老，你可是大巫师，非偷袭不可吗？你完全可以跟我说上一声，等我摆好架势再出手不成？摆好架势，运足了气挨打，那是铁布衫、金钟罩等笨功夫的方式。青木皮的好处就在于心念一动，真气就能护体，那才真的神功。大巫师就很了不起了，非得讲究什么脸面，只有你们秦家那个秦献龙才一天到晚摆个臭架子，对人显摆他是一个大巫师。你小子的青木皮比小六子要好上许多，刚才那一掌我用了5成力，巫师中级以下都得吐血，可你小子一点伤没有，还能骂骂咧咧，可见那种力道伤不到你。这一次是10成力了。你又来！周长老，你老人家到底还要不要脸？说好了不要偷袭，你怎么又来了一回？周长老，你打了我2掌，总不能白打吧？我的青木皮到底练怎么样？还算不错，效果可算是中等偏上，巫师后期以下，短时间内伤不到你小子。意思是说我这青木皮算是练成了，只是中等偏上，那要不要再埋上几天？我看到你那边还有2棵树，都是活得好好的，他们不也都是苦桑树吗？哼，老夫的这几棵树可都种了10几年，每一棵都花了不少心血。你小子倒好，练的青木皮一次废了老夫的2棵树，还嫌不够吗？老夫还想问你，你小子怎么把我的外1棵树也弄死了？这我怎么知道？我被埋在树底下的，连1根手指头都动不了，又怎么能弄死大树？你可不能赖在我的头上。周长老，青木皮已成，何时能练第2层？臭小子，心急什么？9层皮最忌速度过快，青木皮要数月才能完全融合，皮下无青色反应，才算真正练到家。原来完全成功还需要这么久？废话，10天半月练好1层，药宗前辈怎会5年才到第4层？这段时间都用青木皮交手，被打越多，融合越好。我懂了，多谢周长老耐心教诲。你能练成这样，远超老夫预期，传你9层皮算是做对了。这次在周氏药堂收获颇丰，不仅练成护体神功，更意外觉醒灵石。这人虽然装扮过，但分明是武徒后期强者，蹲在街角摆水果摊，却无心生意。我刚回来，家门口就有人盯梢，看来那人不是刚来，而是一直在这。到底是谁那么急于掌握我的行踪？秦少臣打开门走出去，卖水果立刻跑向不远处的一个房间，出来时是3个人，紧紧跟在秦少臣身后。我倒要看看你们到底是谁。
九堂叔，你带上这么多人是来抓我的？当然是来抓你的，你把我们害惨了，王家都找上门了。那天树林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三堂伯怎么了？三堂伯，他伙同外人谋害小洛，还算什么堂伯？果然，你知道那事。来人，先把他抓起来，再慢慢拷问。就凭你们几个白痴，也想抓住我做梦？想不到你小子竟然真的有点东西。许健，杀了他。这人看起来不好对付，得先把他引开，不能让他有帮手。还想跑？王家凌氏之子，若不查清真相，三爷一房将彻底完了。王家已给出最后期限，若查不出凶手，三房必遭毁灭。好像是许健的声音。蒋武师，你过去看看。不好，出事了！果然不对劲，这是许健，一定是有埋伏。那小子可真是狡猾，早在这树林里埋伏好帮手。埋伏？他们八房还有什么人能够埋伏在这？那就是秦少臣自己杀的。嘿嘿，聪明！你就是杀死许健的凶手。难道不是你们要杀我吗？今天可是有任务的，杀不了这小子，你怎么跟王家交代？他不过是一个武徒，你一招没出就逃出森林，说出去未免也太丢人。二少爷，许健可是实打实的武师，他的下场你也看见了，短短几息，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那表明他遇上的至少也是武师中期，甚至是武师后期。我就不信他们八房还有那种实力。那片树林里顶多埋伏了一名武师，多半是那小子在前诱敌，别的武师暗中偷袭，才让许健死于非命。何况这一次我已经露面了，倘若不能把那小子灭掉，一旦他把事说出去，咱们三房谋害族人的罪名可就让人落实了。哎，二少爷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还真是有点麻烦。你真的是秦少臣？九堂叔，当然是我。你没有帮手，就只有一个人，这怎么可能？你怎么那么厉害？如果不厉害点，我一定会遍体鳞伤，像狗一样被你抓回去严刑拷问。我其实没有害你的意思，我这次赶过来，只是想跟你打听一下，你三堂伯到底发生什么事？秦少臣心中冷笑，神识却已清晰探查到秦广成怀中的金属管状物。秦广成右手一接近胸口，迅速抓住唐手，对着秦少臣十根脆骨。现在与三爷一房彻底撕破脸，眼下急需找到秦三爷勾结省城王家的证据。秦高云，你一再说不了解情况，又说什么只要抓住那小子就能真相大白？哼，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难道你以为一直拖下去就能不了了之吗？王兄先请息怒，那天我在外面迎敌，森林那边的事都是犬子秦广帮在主持，个中情形我的确是不太清楚。不过王兄不用担心，只等把那小子抓过来，自然也就一清二楚了。到时候王少到底是被谁人所害，一问便知。哼，老夫提醒你不要耍滑头。王少爷虽不争气，但毕竟是一个凌氏大人，何况还是出自大房。王老太爷很是愤怒，一定要老夫查出真凶。你要是不赶快调查清楚，老夫便只能先把你交上去了。是，我一定很快查清楚，还请王兄再给一些时间。王家果然找上门了。老爷，大事不好，二少爷的命牌破裂了。怎么可能？去看看。不行，三爷爷肯定要想法子对付我，他这边有大武师，我得先下手为强。大伯、大川叔，你们怎么回来了？小陈，你在就好，我还在担心你又跑到山里去了。大伯，有什么事去你那边说。小陈，发生了什么事情？大伯，我觉得小妹上次遇险泄露撤离计划的多半是三房的人。怎么回事？你可是发现了什么？秦少臣半真半假地讲述了他在树林中的遭遇。那天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像是三堂伯秦广帮的，我假装进山打猎躲起来。昨天我又看见一队人马追进林子里，他们拿着兵器，气势汹汹。大伯，你猜领头的是谁？我知道是三爷爷，对不对？不是三爷爷，是他的二儿子九堂叔秦广成。
别插嘴，小陈，你接着说。那帮人追到森林以后又怎么样？我见他们人多势众，就一路躲藏，趁他们分散时绕道跑了回来。我不敢回家，就在附近藏了一晚上，直到你们过来。果不其然，你三爷爷有问题。难道族长他们已发现三爷爷不对头？老秦家查出省城王家派人来查一个少爷死亡的事，那人后来跑到了张家界，老秦家才警觉，王家在秦家埋有暗手，他们斥令族长立即查清楚谁是内奸。那还用得着查？族长上次就怀疑相仿，只是没证据。你三爷爷是长老会的人，没有实打实的证据，扳不倒他。大伯，我倒是想起一件事，不知道能不能算一个有力证据。什么事？说来听听。昨天我偷偷去了三爷家那边打探动静，我看见一个老者态度十分骄傲，但三爷爷却十分恭敬地把他迎了进去。你说的这个情况的确很重要，你先跟我去见族长。族长不是护送小洛吗？怎么回来了？不但族长回来了，你二爷爷也回来了。张家界秦家出了内奸，省城那边非常震怒，也给族长下了严令，必须找出叛族内奸。南山呀，你不是说要去找秦少臣商量卖掉店铺的事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那是儿，晚一点再跟你商量。秦南山将秦少臣的讲述详细复述了一遍。哎，要是秦少臣说的都不假，那么内奸就真的是三爷了。想不到老三他竟然真的走到了这一步。少臣，你把那个老者的长相仔细给我们说说。我当时隔得太远，又不敢探头细看，所以长相看得不太清楚。但是那个人的头顶上好像有一道气柱。大武师，秦少臣，你确定自己没有看错吗？我能确定，那人头上确实有一道气柱。行，你们俩先出去外面玩会儿。大川，你们一起送了小洛去省城，那边怎么样？我们到了那边安顿咱们，还立即把小洛接到了内院。可是那以后想要见到自家的孙女，都得向他们请示再三。好不容易有了回信，还不一定就能见面。那我娘呢？她怎么样了？你娘倒没什么，她也被接到了内院，听说是和小洛住在一起。老秦家还请了一位岐黄高手为她诊治了一下。那刚刚大伯说卖商铺又是怎么一回事？秦少臣出发前可是给了小洛500两银子，大伯和爷爷各1000两，连秦母那里他也硬塞了300两银票。这才过去不到2个月，怎么就缺钱了？我只知道每一位灵士都要配备3位大武师作为随身护从，祖奶奶一脉派出了1位，老秦家公派了1位，还有1位却要自己想办法。我还听说3位大武师其实只是单敲灵士的要求，像小洛这种应该配备5位大武师。5位？开什么玩笑！整个张家界秦、孙、曾3大家族合在一起也才4位大武师，5位大武师简直是天方夜谭。那大爷爷、二爷爷怎么说？他们说他们都是小洛的爷爷辈，跑去给侄孙女当护宠，实在是拉不下这个脸面，只能帮出些银子。一个大武师每个月就大概需要1500两银子左右。1500两银子。听着这些，秦少臣总算明白为何周子尧说成为灵士不一定是好事。灵士，原来是这样的。现在你总该明白南山叔为什么想要卖掉店铺了吧？明白了，已经决定了，立即动手。少臣，你现在是3代族人中实力最强的一个，由你带着几个武徒去三伯家里挑事，只要一闹起来，族长就会带人过来，尽量把事情搅乱，吸引住他们的注意力。你二爷爷则暗中潜入三伯家，寻找那位外来的大武师。怎么了？没精打采的？你到时候论功行赏，好处绝对不少。只要成了，赏银少说也有几百两。哦，赏银，我现在就去。秦正红，你不是要挑战我吗？有本事给我出来！秦少臣，你别欺人太甚。秦正红，你来的正好，我就是来找你的。听说你到处跟人吹，要教训一下我，所以我就来问一下，有这么回事吗？秦少臣，你够狂，一句话就把我家大门砸了。你当我家的府邸是你那个狗窝吗？你今天就别再想直着出去了，一起上不用留手，直接废了他。
看来我秦朝天传给那小子的五心当真是威力不凡。那小子领会的相当不错，居然将那个武师的进攻尽数挡下来，那份身手比秦奇峰也差不了多少。王建云，原来是你！好呀，你们王家胆子当真不小。进去抓人，胆敢不从的直接拿下。怎么回事？刚才那人是族长吗？族长怎么来了？又怎会一声不吭就冲了进去？刚刚我听见二爷爷说什么王家，族长爷爷说什么抓人，真的假的？我得去看看。秦少臣扛着大锤就朝着后院去。三房长老秦高云勾结敌人，祸害本族，族长有令，钱家大小武者悉数听我号令，全力缉拿三房族人，如遇抵抗，杀无赦。一声令下，秦正红脸色大变，拉着何冠中，趁着混乱向后院逃去。秦少臣手持大铁锤，快步追去。他依靠听力锁定秦正红，远远跟随。跟着我，通道就在下面。哦，原来三爷爷竟早有准备，在这偏僻小屋下挖了一条地道。秦正红和何冠中一前一后快步走着，秦少臣远远的跟在后。有人在运凭灵气，这地道中有灵士。何师兄，你干什么？你忘了当初拜师时，你给我爹承诺了什么？让你进秦家任外门护卫，不是做成了吗？你大必得名次，就能名正言顺去老秦家啊！哼，现在这情况还去个屁！你们三房被定叛族大罪，我若还跟你们一起，怎么去老秦家？不是为这事，我爹会收你这手货。你们三房与秦家闹翻，靠你们进不了老秦家。但我若杀了你，献上你人头，老秦家看我忠诚，说不定就不剥夺我资格了。何师兄，难道一个外门护卫就那么重要？你饶了我，地道里财物全归你，我还会让爷爷再准备几千两银子都送给你。秦师弟，我知道你不甘，不明白我为何这么做，也罢，师兄弟一场，师兄不忍你做冤死鬼，我就把原因告诉你吧。你手上那是什么？秦师弟，你出身修真家族，竟连这是什么都不知道？那难道是法术？你原来是一个灵士，你总算还没愚笨到家，到底明白了。我千方百计想进老秦家，就是为了获取灵诀或修炼资源。秦师弟，你还没真正见过灵士吧？今天师兄就让你长长见识。哈哈，告诉你，这些青丝乃是木灵气，只要我将它轻轻弹出去，这些青丝就会化成藤蔓，立即缠住你。就算你是大武师，也别想挣扎出来。放开我，放开我！冲！谁？赶快出来！是我。是你？你怎么会找到这来呢？真是让人想不到，省城何大武师的亲儿子居然是一个灵士，确实让人大感意外呀！你说什么？你们刚才说的话我已经听见了。你都听见了？何冠中眼神中闪过一丝杀意，但随即看向秦少臣手中的铜锤，瞬间打消了动手的念头。他现在满心后悔，为何刚才把木藤树用了？若法术傍身，定能袭杀这个煞星。我当然听见了，不过有的事情我还是不太明白，想要问一问你。你先跟我说说，你到底是怎么开灵成功的？其实我不是你们的敌人，你也看见了，秦正红是我杀死的，我跟三房并没有太大关系。我马上射，这件事说来有点话长，你要不嫌麻烦，我就从头给你谈起。秦少臣当然知道何冠中打的是什么主意，不过是在暗运灵诀，恢复灵气。秦少臣早把火灵气运到手掌间，绝对有把握，在何冠中出手前就把他烧成飞灰。我爹之前是一位灵士的随身护总，有一次他们遇见敌人，我爹是那里面唯一幸存下来的一个人。他知道回到灵氏家族也无法取得原谅，所以一路逃到中州来，隐居在怀天城。灵氏遗留下的东西里面有一本穆长生的灵诀，一本灵诀你就开灵成功，说明你还是有些天分的。我能开灵成功，主要还是得益于那个灵氏留下的东西里面有2枚专门用于开灵的丹药。我爹曾经查过，那种丹药比开灵丹还要更好一些，好像叫做真灵丹。2颗真灵丹，你家既然和老秦家的关系不错，只要把你的事告诉老秦家，老秦家自会敲锣打鼓的把你引入府中。哪里用得着煞费苦心跑到张家界来参加什么族会大比？那岂不是多此一举？你说的不错，可是那样的话，我这一辈子都会受制于人，只能为老秦家做牛做马，炼制丹药，刻画符箓，那里还有什么自由可言，什么前途可讲？我爹就是因为不想让我受制于人，所以才想让我武者身份混入老秦家，到时候
只要能抄录到开灵诀的后面几层，就算大功告成了。何冠中忽然靠近，脸上浮现一丝笑容。秦少臣心中了然，他灵力恢复了。3个月前，我终于练成了木藤术，那就是木藤术，看上去果然有点神奇。怎么样，没见过吧？他的样子是不是很好看？你想不想见到他变大的模样？不想，我倒是觉得他还是那么小的时候可爱一点，一变成粗壮的树藤反而不好看了。想不到鼎鼎大名的大力秦也是个莽夫，除了力气大点，完全就是个白痴，死到临头还不自知，和秦正红一样愚不可及。何冠中，你胆变大了，居然敢骂我！你弄出个小绳子就忘乎所以了，是不是找死？找死的是你！住手！你怎么可能？你既然想杀我，我也只有灭了你。火球术威力大，但容易毁掉战利品。木藤术能制敌不致命，更能保住战利品，这对我太重要了。秦少臣又摸索出一个锦盒，里面装着一粒丹药。这是什么？改天拿去给周药师看看。这个应该就是秦正红用来贿赂何冠中的金银了吧？还算不错，至少也有5000两银子的入账。站在地道底下，秦少臣听到上方有人走动，却始终没人下来。秦少臣弹出一个火球，瞬间化为飞灰。他径直回到小院，小院中正在论功行赏。看来三爷一家的事情已经彻底解决了，接下来我要处理我自己的事了。周药师，你今天在这里做善事吗？你要半价出货，为什么不提前告知一声？我也想买些药材。都是些不值钱的药材，又不方便带走，不如就早点变成银子，免得便宜了接手的人。带走？难道你要离开？向楼说，周长老，看你这排场是要长久离开了。老夫这一走，不打算再回来了。老夫蜗居在这个小镇，一晃就是10多年，本以为要终老此地了，想不到还有离开的一天。那你要去哪？怎么好端端的说走就走了？说起来，还是托了你小子的福运呀。自从服了雷金花丹药以后，老夫体内的阴毒化去了，经脉打通了，武功也恢复了。宗门知道后，就把我迁到省城，出任万宝堂的丹药执事。哦，原来是去省城呀，那可太好了。1个月后我也要去省城，到时候再来拜访周长老，聆听长老的教诲。到时候尽管来万宝堂找老夫。前几天我家里有叛徒，我在打架的时候捡到1颗丹药，只不过我对丹药认知很少，不敢乱吃，就全带了过来，请周长老替我看看。你小子走大路上都能捡到药，莫不是捡了合欢散之类的吧？寿丹，你这颗居然是寿丹？寿丹难道是可以延长寿命的丹药？这可不是凡丹，而是实打实灵丹，比大武丹还要珍贵几倍。比大武丹还贵？其实这颗丹药对你来说还有另外一种用法，也许更有意义。你小子不是一直担心你爷爷的伤势吗？秦少臣心弦一动，爷爷的旧伤一直是他的心病。老夫前几次虽帮八爷调理了一番，但只是阻止伤情恶化而已。可他以前所受的损害却补不回来，但有了这颗寿丹，就有可能得到改善。周长老的意思是，这颗寿丹能治好我爷爷的伤？这颗寿丹配上老夫的药方，就能改变用途。八爷服下以后，不但能恢复武道修为，说不定还能更进一步。照这个方案来办，我想我爷爷更看重武道修为，他一定也会这么选择。不过老夫也先提醒你，这颗丹药如果拿去拍卖，轻轻松松就能卖出上万两银子。你如果给你爷爷疗伤，吃下去的可是1万两银子。你先想好了？1万两就1万两，爷爷的伤情更重要。他老人家盼望着这一天都已经10多年了。周长老，我们省城见，我就先回家了。你确定现在就走？原来是2个武师出街，他们难不倒我。待会儿我把他们引入树林中处理。好，那就省城见。出来吧。我们有仇，为什么要找上我？我们之间没有仇怨，但我们2家却是仇深似海。你们弄死了我孙家的一个天才，我们也要弄死你们的一个天才，才能算公平。你说是不是？孙家，你是孙家的人？是呀，族长爷爷说了，孙承云大哥死得不明不白，凶手是谁都不知道，但推算下来，多半就是你们秦家下的手。我觉得族长爷爷说的很有道理。孙家，
你是那个被黑云宗收为弟子的孙小若。怎么样，是不是怕了？怕你最后还是要失望。什么意思？你还有帮手？花影娘子，没想到你好不容易逃得一条性命，却还要和秦家作对，还这么快就投奔新主人了。你居然认识我的血魁？血魁？原来她叫花影娘子。这个女人被我师父救了以后，因为资质不错，我师父便把她制成血魁送给了我。你一定不知道什么是血魁吧？现在我就给你展示一下。哎呀！你们把他怎么了？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我师父已经把他制成血魁了。他是一个没有痛苦、没有回忆、无知无识，只有一个主人，只会听主人的命令行事的傀儡。你们也太残忍了！怎么？你觉得这样不好吗？过几天我会把你制成血魁，没事骑在你的头上，在张家界上逛上2圈，想来也能让你们秦家丢脸面。你想把我做成血魁？怎么，你不愿意吗？制作一个血魁可要花不少珍稀药材，要是一般的人我还瞧不上呢。杀了他！你居然能打伤我的血魁，好大的胆！那小子武功远超一般武徒，少主先退，不要与他硬拼。他已经中了血魁的毒，撑不了多久，只要缠住他就行了。你别过来，你要是敢伤到我，我师父一定会将你挫骨扬灰，碎尸万段。哼！灵符，秦少臣，你杀我血扑，毁我血魁，我们势不两立。孙小若身影一晃，突兀地出现在10丈之外。这种快捷身法，连大武师也未必拥有。秦少臣，你欠我的，孙小若会加倍讨回。秦少臣看着孙小若消失的方向，若有所思。秦家如今暗敌环伺，快速增强自身实力，比什么都重要。青木皮效果显著啊！花影娘子武师中期全力一击，竟只受了轻伤。是你没想到，我最终死在你手上。不过，死在你手上总比落在他手里好。快杀了我！那妖女在召唤我，我不想再做她的傀儡，求求你！秦少臣握紧拳头，却迟迟无法下手。他叹一口气，食指一挑，一团火球跃然指尖。谢谢。孙小若，我们还会再见。穆长生记载了3个法术：基础法术木藤术、中期法术木剑术和后期法术木生术。他目前只能修炼木藤术。有意思，想不到第一次就凝聚成功了，用的时间居然比那河贯中还少。火灵气、木灵气都有法术了，不知那水灵气、土灵气、金灵气的基础法术又在哪里？老秦家那里一定会有，到了那里可得下点功夫，想办法弄到手。在离开之前，得把小洛的大武师解决了。少臣，你深更半夜跑来找我，可是有什么急事？吴爷爷，我这一次冒昧前来，是有一件大事来跟您老商量一下。大事商议？你小子能有什么大事跟我商议？也罢，你说来听听。我人微言轻，说话没有分量，想请武爷爷先看一样东西，然后再接着往下说。你小子古灵精怪的，这小盒子里装着什么稀奇玩意？这是大武丹，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吴爷爷，这颗丹药是我爷爷让我送过来的。爷爷说您这么多年来对我们八房颇为照顾，所以他专程要我把这东西拿来送给您。送给我？你爷爷这么客气，倒是让我这个做兄长的有些惭愧了。你爷爷有什么事就直说吧。吴爷爷，我们八房还真有一件事想请您帮忙，不过刚才那颗大武丹只是谢礼，我们请武爷爷帮忙的酬劳是这个东西。锦盒内竟是第2颗大武丹，秦五爷瞬间僵住，嘴巴微张失语，双手颤抖着触碰丹药，几乎不敢置信。1颗大武丹已是进阶大武师的希望，2颗便扫清了所有障碍。苦思多年的梦想近在咫尺，他全身热血沸腾，多年压抑尽数爆发。你爷爷怎么会有2颗大武丹？他是怎么做到的？吴爷爷，我爷爷身有旧伤，四处求医，和镇子西街的周药师成了朋友。
一次谈及大武丹，周药师一高兴就把他收藏多年的大武丹半卖半送给了我爷爷。就这么简单？得了，2颗大武丹。经过短暂的冲击，秦五爷的脸色渐渐平静下来。他知道机会就在眼前。你爷爷需要我做什么，即管开口，只要不违背族规，不损害合族利益，五爷爷都可以答应。这件事说起来是有些难处，说不定还有点损伤五爷爷的颜面。这大武丹也是老夫势在必得之物，损点脸面有什么关系？说吧，什么事？那好，侄孙斗胆，想请五爷爷晋升大武师后，守护我家小妹几年，让她能在省城好好成长。我当是什么难事？原来你们要求的不过是这点小事。我既然靠那2颗丹药才能进阶，那成功之后，当然该为你们做点事情。这件事，老夫答应了。多谢五爷爷肯委屈自己，大力相助，我们8房上下感激不尽。秦少臣心中大喜，小妹身边的3位大武师终于配齐，而且五爷爷作为族亲长辈，无疑比外人更可靠。然而省城之行危机四伏，这仅仅是开始。由秦南山带队直奔省城怀天城，日赶夜赶，总算在第5天中午到达了省城。到了，这里就是老秦家赐下的宅子，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爷爷、母亲和小妹呢？你通报老秦家，小洛正引气入体，不能分心。这几天他只能待在秦府大院，至少半个月后才能回家一聚。你娘也要等到那时再一并过来。五哥，听说你已经晋升大武师了，感谢你亲赴省城，鼎力相助。如今我们一家老小都到了省城，生活大不相同，看上去风光不少，但其间困难一言难尽呀。想维持这份风光，我们祖孙3代今后都要加倍努力。这件事都怪我，小洛的丹药全是我给的，我没想到成了灵士之后会滋生那么多事，害得小妹被困，还连累爷爷和大伯。说什么呢？我们8房诞生一位灵士，是何等荣耀，实打实的光宗耀祖，显赫门庭。怎么你说的像倒霉似的？你这混小子，脑袋里面不知道想的什么。这小洛能成为灵士，是何等荣耀，爷爷就是为之死了也心甘情愿，辛苦一点又算什么？难道你想爷爷回到以前那种混吃等死的日子？如今老夫虽然忙了点，累了点，但心里高兴啊。你没见到族长现在都叫我老八老八的，好不亲热。你二爷爷和我说话也客气了许多，你五爷爷更是放下家里大事小事来省城帮衬我，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现在你爷爷忙是忙了一点，但活得开心。对，爷爷你开心就好，我们一定努力把8房经营得好好的。这才对嘛。咱们现在是艰苦了一点，但等到小洛成长起来，8房一定是张家界秦家最有权势的家族。爷爷还有一件喜事要告诉你。什么？周药师说寿丹可以完全治好你的旧伤，甚至还能更进一步。他已经答应一找到丹药就立即为你诊治。什么？真的吗？你爷爷自从受伤以后，一颗心早已死了，没想到临到老了，居然还有机会再搏一把。看来真的时来运转了。爹，这是好事啊，快坐下，今晚我们3喝一杯。祖孙3人一直聊到深夜，秦八爷才心满意足地回房休息。秦少臣回到自己僻静的住所，坐在床上开始盘算。第2天，秦少臣站来少武院门口，各地新来的武徒都要先在里面训练，你拿着身份牌就可以进去了。明少爷，你今天来的可真早。你看起来很面生，是新来的？是的。是张家界的还是徐田镇的？张家界，我叫秦少臣，敢问族兄大名？我的大名你一会儿就知道，我保证你听过之后一定会牢牢记着的，许多年以后都不会忘记。明少爷领着人群大步从他身边走过，径直进入院内。露天练功场内，秦少臣看着之前跟秦小洛一起来了老秦家的族人，笑容瞬间凝固。你们的脸上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才来了1个月就都受了伤？老秦家这边有一项规定，族人之间鼓励经常擂台挑战，每一位族人1个月内都要发起1次挑战，被挑战的人也必须接受1次。于是你们就成了这样？是啊，我们这里功力最高的就是8级，他们那些人功力多半不如我们，但在武技上却有着明显的优势。告诉我，今天轮到谁出场了？轮到我了，明少，今天轮到我。去吧，可不要让本少爷失望哦。新来的，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既然老秦家的规矩如此，我接受挑战。小子，你倒还干脆，没有推三阻四的，那就废话少说，直接就上擂台。小爷会让你知道，你们乡下栽培出来的天才，其实都是些下等蹩脚货色。少臣，你可千万要小心啊！这秦亥已经是5图9级了，是他们中最强的。放心吧。擂台上2人面对面站立，擂台下一群少年围观。秦亥，你今天要是打赢了，我奖励了5两银子。哼，5两银子，那么点银子就大打出手，未免也太廉价了。我们张家界那边上擂台比赛可不止这点赌注。你说什么？不如这样，我们赌大一些，谁输了就输给对方50两银子，你看怎么样？怎么，你们老秦家不会连这点赌注都不敢下吧？废物，银子我出，你给我好好的打，把这个分外嚣张的土包子彻底打趴下。你只要打得好，那些银子都是你的。明少放心。秦亥冲过来，秦少臣身形一转，一拳反击，将秦亥推下去。秦亥的反应的确不慢，又跳了上来。怎么，你们这里的擂台比武还可以重新上台的吗？混蛋，下台即是输，你小子又跳上来干什么？大家安静，全都听好了。凡是要参加秘境探秘的人，立即到论武堂集中，不得缺席。论武堂那是什么地方？一般每天下午都会有一个武师在那里讲授武道，偶尔也会回答一些问题。今天让你们过来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等一下来跟你们讲到的，可是一位咱们秦家的一位大人物。什么大人物？难道会有一位大武师来给我们讲道吗？那位大人物可比大武师还难得。一会儿前来讲道的是咱们族中的一位灵士大人。不久之后，4大家族的秘境之行就要开始了，那里面有不少危险，而且极有可能会和其他家族发生激烈冲突。为了避免你们这群小家伙遇上敌方的灵士时完全不知所措，长老会才特意派了月霞仙子过来，给你们介绍一下灵士的斗法之术。你们不要以为在秘境里面要应对的只是丛林中的毒虫野兽，告诉你们，在秘境当中真正危险的是其他家族的人，尤其是王家和蔡家的人。徐教头，4家不是早有约定，不私下争斗吗？哼，一纸空文有什么约束力？那只不过是给城主大人面子，不在明面上厮杀罢了。这一次秘境探险，你死我活的争斗肯定免不了。对于这一点，秦少臣是非常认可的。长老会已经传来消息，王家那最近拉拢了蔡家，结成同盟，要在这次秘境之行中联手打压我们秦家。不过你们也不用担心，我们也不是吃素的。这次行动，秦家也和陈家达成协议，2家在秘境当中互帮互助，同心合力，一起对付王家、蔡家。这一次，秦家的几个4代小灵士可就要交托在你们的手中，你们都给我振作点，不要让家族失望。这一次可不只要保护好本族灵士，这一次的秘境探险，长老会要求你们如果有好的机会要全力出手，争取击杀敌方1位或者2位灵士。什么？击杀敌方灵士？不论是谁，只要能击杀那2家的灵士，就能获得2等族弓、300族币、2颗大武丹。另外，还可以在藏书楼里任意挑选一门玄级功法或武技。可是这也太危险了。昨天晚上，我们族中的云长灵士被谋杀了，逃回来的武师奖出手的那些人，虽都蒙着脸，但其中2个还是认出来了，正是王家和蔡家的大武师强者。哼！城主大人的命令，只要不在大天城的地界，他便不干涉4大家族的事。我们要报仇，也只能在城外。此次秘境之行，秦家要有所行动，绝对要让敌人血债血偿，不容姑息。月霞仙子放心，我们就是战死，也绝不会放过那群混蛋。血债必须血偿，我秦家一定要王家、蔡家付出同样代价。但是长老会也说了，虽然下了击杀对方灵士的命令，但一切行动还是要先确保秦家灵士安全。唉，少了云长灵士，这次能进入秘境的灵士就只有3位了。那小鹿，好了，知晓此事后，接下来我给你们展示一下灵士的法术，让你们或多或少了解一下将来该怎么和灵士配合。太神奇了，想不到灵士的法术威力居然这么大。月霞仙子的火球术确实比我的更轻巧灵动。我刚才施展的是火属性的基础法术，灵气形成的火球
触物即燃。法术火球出手以后，还可以随着施法者的意念随意转变方向，一般武者很难防护。那可怎么办啊？我们不过是一些小武徒。你们也不用太过担心，这一次各家的灵士一半以上都没能达到1层圆满，根本施展不出法术。能用法术的灵士修为也浅，多半只能施展1次，想用下一次至少间隔数十息，所以绝不会轻易动用法术。难道那些20岁以下的灵士竟无一人达到炼气3层？我一直觉得自己修炼速度太慢，看来并非如此。这时，月霞仙子凭空变化出几本书拿在手上。刚才你们也见到了，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武者，单独抵御法术攻击也十分困难。所以，拦截灵士的法术最有效的办法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互相配合，组成阵列。我手上的这些就是阵法武技，大家挑选合适的，勤加练习。月霞灵士说完便转身离开。大家组队，各自挑选合适的功法练习。10天后，我们会扮成敌方，攻击你们的阵列。如果半炷香内被攻破，就属于不合格。我会上报长老会，取消你们的资格。小陈，我们张家界一脉就由你来当队长吧，大家都听你的。好，既然你们信得过我，我就暂时当这个头。演武场上，秦少臣几人围在一起。少臣，你选的是什么阵法？要怎么练？大家先看看阵法。这4面游龙阵比较合适，有一个位置特别适合我。4面游龙阵以多人组成防护队形，一人游弋在外围侦察，暂时支援，进可攻，退可守，灵活多变。我的意思是，你们几个组成4面阵，共同进退，而那个侦察的任务就由我来担任。可你总在外围游走，不免太危险，一旦遇袭，你就首当其冲。放心吧，我听力过人，一旦有危险，我立刻叫支援。你的听力真的很好吗？当然了，我擅长打猎，听力早就不同寻常。敌人只要出现在附近，我能听到动静，更容易抢占先机。那好吧。隐匿灵气的功夫已经练成了，但是隐匿功夫的符文还没突破，看来还是得去找周药师。正打算出门时，爷爷秦振山走了进来。爷爷，我决定明天去拜访周药师，你跟我一同去吧。但愿吃了改良后的寿丹，武功便可以彻底恢复，那可真是天大喜事！以后周药师就是我们秦家的恩人。恩人？我看是生意人吧。2人走进万宝堂1楼，琳琅满目的商品陈列其中，却无人交易。客人需要哪一类商品？我们找周自尧周长老，你告诉长老，我们是张家界来的。少女前去通报，不一会周药师赶来。我一听是张家界来的，就猜到是你们。周药师，那寿丹？哦，那寿丹早就拍下来了，服药也都准备周全了，就等八爷一到，立刻就可以开始。哦，那颗神奇丹药价格上怎么算？老夫能升任万宝堂执事，全靠了秦少臣那小子冒险为我采来一株灵花，他那份人情可不小。那颗寿丹不收银子，全当还那小子的人情好了。多谢周执事慷慨。废话不多说了，你跟我来，我们去取药。周自尧带着2人走进一个房间，拿出一颗药丸递给秦振山。八爷服下药，盘膝运行2周功法。秦振山接过药丸吞下，盘腿坐下，周身围绕气流。闭目运气的秦八爷脸色发红，头上冒出一颗颗汗珠。秦少臣不禁有点担心，看向周自尧。看来那颗寿丹药效很足，疗效可能还要更好一些。你爷爷这方恢复最少也要3天时间，你是在这儿等，还是3天后再来接人？还有一件事，我想再请教一下周长老。房间内，秦少臣正襟危坐，神情专注。关于那个符文，老夫有一件事儿，当初没跟你提及。什么事？老夫能先与2位师兄练成隐匿符文，除了钻研更认真，还得到了一位贵人相助，他将一道水灵气注入老夫的丹田当中。原来构建那个符文要用到灵气，我真是傻逼，明明就用灵气搭建过符文，却从未想到要将灵气辅助武者符文。那道灵气可不是什么属性都行，只能是水灵气，其他的灵气注入武者体内有害无益。周自尧详细解释了水灵气如何增加内心凝聚性，秦少臣作为灵士，瞬间理解了关键。你家小妹就是灵士，等她小有成就，让她灌注一道水灵气给你，想来不算难事。秦少臣起身告辞，心中已迫不及待回去尝试。回到房间，关上房门，盘膝而坐，周身灵气环绕。
灵氏已经达到炼气9层了，突破50迫在眉睫，隐匿符文必须尽快完成。2个时辰后，最后一股内息环绕，封闭符文收口，符文闪烁几下，缩小几分，形态更加坚实。成了。隐匿武师的符文大功告成，秦少臣心中涌出一个念头，直接冲击武师境。是哪里传出来的声响？应该是陈少爷的那处小院。小陈，秦南山虽武功不高，但也知道这声长啸是武者功力大进、修为提升所致，便急冲冲的赶来。小陈，刚才那声长啸是你发出的？是呀，大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升9级了。9级？你又晋级了？我只是运气好点而已。好，你晋升9级，可是一件大喜事，一定得庆祝庆祝。等你爷爷回来，咱们府上好好热闹一番。对了，爷爷。秦少臣急着赶去，秦八爷霍州自瑶正相谈甚欢。爷爷，恭喜你伤势痊愈，重振雄风。爷爷能有今天，全靠了周药师医术通神。哪里，一旦秦八爷武士后期圆满，我便亲手送上3颗大武丹。哈哈哈，老夫自当刻苦。秦少臣和秦八爷回到家中，秦五爷和秦南山一脸愁容坐在屋内。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小洛3天前成功引气入体，成为秦家第8代小灵士，灵号云洛。长老会今天传出消息，秦小洛也要参加这次秘境之行，组成第4支小队。秦五爷详细解释道：常云灵士死了，秦家原本缺少一位灵士组成第4队，小洛的提前突破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原本有人建议放弃，但多数人仍不愿。老秦家那么急功近利，我们也难以推脱，只有在秘境中小心一些了。到时我会一直跟着他，只要有人不开眼，想对他不利，我那对大铜锤可不会客气。倘若事情只是如此，我们也不会这么犯愁了。进入秘境后，护卫小洛的10位武者会被抽调走6人，去加强另外3支队伍，而小洛身边只有4人守护。岂有此理！长老会的打算是让小洛只在入口10里范围内活动，专门采集园灵草，不必深入探险，并会配备1张传讯符。这次领队的便是二伯秦朝天。以他老人家的身法，的确几十息时间内就能赶到小洛身边，但只有4个护卫，人数未免太少了，一旦遇袭，很难撑到支援。危险肯定是有的，但长老会说其他3位灵士进到秘境深处探险同样危险。哼，口口声声称十分看重小洛的资质，可事到临头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哎，还是因为咱们没实力，才造成这种局面。看来小洛的事你们也已经听说了，但其中还有一些内情你们不太清楚，所以我这才过来给你们说说。三姑请坐。照理说，各家灵士进入秘境都会快速深入探寻天材地宝，但也不排除他们知道小洛是3窍灵士，选择先动手除掉小洛后再去探险。大有可能。不过我们既然想到这点，当然有所防范。进入秘境前，长老会给了小洛1张传讯符，那是明面上的，暗地里又特意赐了1张金钟符。另外，我们长房的月雨仙子又偷偷给了小洛1张疾风符。金钟符、疾风符，金钟符加深，大武师也难以短时间内攻破。疾风符能让不会武功的人轻易超出10丈，单单用来逃命，10里之内大武师也追不及。这下我心情平复多了。不过那些事还是不要声张，免得惹人记恨或敌人知道了对付。其实小洛这次进秘境虽有危险，但也很有必要，主要是采园灵草。园灵草那是什么东西？园灵草是炼制聚灵丹的主要采草，武者当然不太了解。园灵草采摘时不能碰触没有灵气的事物，否则会枯萎，必须是灵士才能采摘。小洛采到1株园灵草，可换2颗聚灵丹，对他修炼大有好处。祖姑奶奶，你能不能具体说一下园灵草应该怎么采？用灵气包住手掌就能直接采了。小洛刚引气入体，灵气不能离体，需要借助一个专门的灵气。那件灵气已赐给小洛了，你可要好好配合小洛，珍惜这次机会。是。上缴1株园灵草就能换2颗聚灵丹，这个买卖不差呀。
你这小家伙才几天不见，修为好像又长进了一点。晚辈运气好，侥幸晋级到了9级，这也多亏了您老的教诲，才让我在较短时间里又进了一步。前几天你就来找过我，不过那时我正在闭关，不方便见你。如今一出关，你就来了。曾祖伯，您老那么大的年龄了，还要闭关修炼？老夫闭关不是为了修炼，而是想试一试能否找到一丝突破的契机。可惜终究还是白费功夫。我今天找你来，除了想见见你，还有其他事情。是关于小洛的事情。现在秦家内部也不够团结，如果不出意外，小洛的那点秘密可能早就泄露了。曾祖伯，你是说？所以我才把你找来。这是一张火球符，一张幻手符，使用时把2张合在一起就可以用内息激活，保管好，这可关系着你家小妹的性命，半点马虎不得。曾祖伯的关照，我永不敢忘。谢什么？那些东西老夫也没什么大用，拿来保护小洛才是正途。明白了，有了这东西，就算遇上大武师，我也能和他对上几招。胡闹！我让你使用符箓，不是让你和大武师动手，而是让你给小洛争取时间。只要他能及时发出通讯符，我便能在20息内赶到。经过几天的整备，众人终于出发。月霞仙子连续弹出几个法诀，团体呼雾生息，小雪冉升起，消失不见。峡谷口，秦奇峰拿出一张纸质画片，递给秦少臣。大家记熟了，进去多加留意，发现后不要碰，告诉陨落灵师就行。怎么还不进去？要等城主的人来打开虚空通道，打开的时候只能坚持半个时辰，大家依次入场，动作不要迟缓。虚空道开了，大家抓紧时间。云霞先进去，云平和云姬居中，云落断后，速去。大哥，队伍进发了，先进去再说。你们速战速决，我就在前面树林等你们，别耽误太多时间。领主放心，我们已调查清楚，对方只有一个武士出阶是主力，不消半个时辰，我们就能办好此事。不要轻敌，秦家敢这么做，一定有所准备。那个小灵士身上多半会有灵符，你们最好悄悄靠近，一击得手。是。走，我们先躲在树林中，先休息半刻，就开始寻找。你们要是看见了，就喊我一声。我在附近侦查一下，你们先寻找灵草。秦少臣对秦小洛点头示意，转身钻入树林，消失不见。3个武师，曾祖伯猜的没错，出击，那就没什么好畏惧的。是以你了修为的高手用灵符。你到底是谁？现在你落在我手上，先回答我的问题。通讯符，你的领主躲在哪？你们几个动作快点，我们还要进入秘境。再迟一点，好东西都被别人弄走了。你以为你不说我就找不到吗？我相信他的藏身之所一定离这里不远。神识在树林中穿梭，发现2个人藏在树林中。看来又要开杀戒了。不好，秦家的人杀过来了。死！你是灵士，不要杀我，我愿意归附你们秦家，给你们炼丹，给你们制服。你把我抓起来，王家一定会付出巨额财物把我赎回去，我很值钱。你很愚蠢，至少不该来追杀我们。我们这一队人马看着人少，其实是一个陷阱，唯一的任务就是捕杀你们这种不开眼的蠢货。这是一个陷阱？当然，否则一队人马怎么会有2个灵士？知道了这一切，你就安心去死吧。秦北海，我就是变成鬼也饶不了你。秦北海。打完以后，秦少臣回到小队中。怎么样？真有人追上来？有。你看，那是什么？是王家灵士的身份牌。我靠，你在搞什么？明是的，你难道杀了一个灵士？当然了，兄弟，你把他收好，算是我们这一组的功绩。你是怎么做到的？哼，那小子身边都是武徒，不堪一击。那个灵士可能还没有学会法术，一见到血就完全吓傻了，这不随便任我拿捏了吗？我靠，牛逼！还有这种好事？你的运气为何总是那么好？好运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啊。大哥，你看，收获不错呀。
我们暂时就待在这附近吧，不必走得太远，好好摸索一番。秦少臣心中总有一丝不安，总觉得还会有事发生。高大的石殿中，20几人分成5群而坐，居中坐着的一袍文士霍正通。霍正通是城主府参事，此行主持秘境探险。秘境虽是4大家族先发现，但城主府岂能不分一杯羹？更何况若无城主府出面，4大家族恐怕早已在秘境外打得你死我活。积怨太深，非我所能化解。如今局面，城主也无能为力。秘境中的厮杀只是这盘大棋的开端，而秘境之外，真正的博弈才刚刚开始。王家按击后，中年人掏出4块玉牌，其中1块赫然出现一道深刻的裂痕，几乎将其劈成2半。王白行，是王白行出事，怎么这么快？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会是百行领事？他不是去追踪？说不定上当了，也许那是个陷阱，也许这就是一场针对性的。哎，真是可恨。那你怎么看这事？我怎么看？我用眼睛看。怎么看？不能好好说话你就别说，阴阳怪气，老娘欠你了。第一个，他的话语虽轻，却如惊雷般在殿堂中炸响，不少人脸色瞬间苍白。第一个已然出现，那么第2个还会远吗？谁家的林氏又将成为下一个牺牲？你在这边已经2个月了，感觉怎么样？哎呦，大哥，天天都在修炼，根本不能离开秦家大院，有点不自由。不过月雨仙子对我很好，几乎天天陪着我，还教了我许多东西。对了，大哥，你真的不打算要个称号？不要，有了那东西就会失去自由，而且处境还会更危险。好像的确如此。大隐隐于是，泯然众人才最安全的。这楼有1株，我已经发现第3株了，再有2株我就赢了。秦宝峰输了就立即拿5两银子来，不许赖账。去你娘的！我有说过我不给吗？等一下，秦奇峰退回来。此时前方一棵大树后走出一个满脸皱纹的老者。有意思，一个小武徒居然能够发现我的踪迹，还真是不简单。这老者竟是一位大巫师，用金钟符。秦少臣本以为老者会抢先出手阻止，没想到他面色从容，一动不动地看着秦小洛完成施法。传讯符。秦小洛没有犹豫，又从怀中摸出一张符箓，运起灵气注入符箓，一道光带冲天而起，直飞远方。然而下一瞬间，金光仿佛在空中撞上某种无形之物，被反弹回来，转眼间消散一空。怎么回事？是阵法。小家伙见识不错，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阵法叫做五行隔天阵，一经施展，可以阻隔空间规则，笼罩半里范围。秦奇峰，你们护着小洛，先撤出去。大哥，不要，我要留下来。先走，你不在这，我更好全力出手。看着秦少臣孤身面对强敌，秦小洛等人虽然不舍，却也明白这是唯一的选择。哎，刚刚我还觉得你们这群人中，你还算是个聪明人，没想到你终究还是一个笨蛋，居然还在妄想负隅顽抗。面对大武士的全力一击，秦少臣并未惊慌，他知道此时唯有硬拼。你，老者这才惊觉，眼前这个少年绝非等闲之辈。更让他震惊的是，数丈外的秦少臣竟一个翻身，再次站了起来。第一回合，看来你没有赢。去死！你这混蛋！你们先走，大力秦绝对挡不住那个人。我往回走，如果路上遇上那个大巫师，就把他引开。秦奇峰说完，一个纵身便往回跑去。你这混蛋到底是谁？居然乔装成一个少年来糊弄老子！什么乔装？本少爷，我才18岁，哪有什么乔装？动兵器！你居然在一个武徒面前动用兵器！你是屁的武徒！他妈的，你是武徒吗？哼，你既然不讲规矩，我也只有不讲规矩了。你又想玩什么花样？难道想再变出一张脸吓唬老夫吗？当然不是。灵氏？什么？竟真的有人能挡住灵氏攻击？那你看看我这招！不要啊！大力秦，怎么回事？那个老头呢？在地上。那是什么？难道那个人已经被烧成灰了？是的。你来之前，秦朝天老祖公给了我一张火球符，一张替手符。刚才我把那2张灵符给用了。哦，难怪。
走吧，找小罗他们会合，不然他们该等着急了。大哥，你没事吧？那个坏人呢？死了。秦朝天老祖供给了我2张符箓，我一把火把那个家伙烧成了灰。你有多少园灵草了？七株。那就在这附近找找。我们不逃了，还要接着采灵草。当然了。淡定，淡定，不用担心，只要大力秦觉得没问题，就不会出事。你又怎么知道？那小子只得了一套灵符。早就跟他们讲过，天黑以前一定要出来，怎么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见人影影？快去通知城主府的霍大人，秦家有灵事要出库。去。祖姑奶奶，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出谷的灵事可有采集份额？秦家赢落，完成秘境探险，献上园灵草10株。好。秦少臣怎么没出来？哥哥担心其他族人又进去了。经过与大武士一战，秦少臣意识到自己在这个秘境中绝对算得上高手。如此良机，不趁机发一笔财，怎么对得起自己？采灵草太慢，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抢。王家、蔡家的小垃圾们，张家界的大力秦来了，看走吧。秦少臣绕过毒雾，走了2个时辰，终于听到了他想听到的声音，兵器相交，厮杀声阵阵，眼前是一片混乱的激战。几十人乒乒乓乓，斗得十分激烈。很快，秦少臣看明白了，这是王家和蔡家联手，正在围攻一支陈家小队。涌进总府，贿赂百物。不行，那些百物有毒，吸一口必死。与其在这里，早晚也是被擦了粉。粗代还白白便宜他们几个畜生，赌一把，舍此无胜。阻止他，不要让那个灵士退入白雾。进去。这雾气如此狠毒，嘿！真是晦气！走走，这雾气太邪门了。不如我们也拍一张符箓进去看看。荒谬！既然能在金钟符里呼吸，就说明符箓不能阻隔空气。靠一张金钟符进去，不就是在找死？走吧。秦少臣见到这一幕，精神一振，看见他们走了后，输了。财帛动人心，这白雾里可藏着一个灵士的储物袋。离开白雾后，秦少臣盘膝坐下，运行功法，确认身体无恙。难道我真是病毒霸体？果然发了。储物袋内灵石、玉盒、丹药、符箓应有尽有，远超他之前的收获。收获满满的秦少臣继续追踪王家小队，蔡家小队已不见踪影。特么的，什么破秘境，到处都用白雾挡着，就让我们在森林中乱转。师哥，快来，发现了大宝藏！特么的，终于有发现了，走！王家灵士兴奋地带着队伍前进，秦少臣紧随其后，走了10几里，他们来到一座山峰下。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秦奇峰等秦氏族人也在此处。秦少臣走到秦奇峰面前，少臣，你怎么来了？我靠，你们也在这，这是个什么情况？此陈家小队意外发现了一只幼年火灵兽，那火灵兽虽小，却十分机灵，还会喷火。陈家伤了5个人都没抓住，让平静的秘境瞬间沸腾。那现在呢？来了这么多人，都还没抓住吗？陈家眼看抓不住，才通知了我们，两队合力也还是无法困住他。火灵兽已经躲到白雾之中了。消息不胫而走，王家和蔡家也闻风而至。这场寻宝之行瞬间变成了多方势力的角逐。那些阁楼里面有人吗？不知道，山脚下有白雾挡着，无人能进去。依我看，那只火灵兽多半就是阁楼主人养的，可能主人不在，他便跑了出来。你猜的不无道理，许多人也是这么想的。方才有人冒险进去，但都是有去无回，现在就等着外面的人进来支援了。各家族的灵士大人都已收到消息，正赶来定夺。几道光线落下，空地上出现了许多人。秦朝天和月霞仙子快步走过来。什么情况？你们重新说与我听。众人再次将方才的事情重复了一遍。火灵兽的事非同小可，我必须进去看看。就算秦家得不到火灵兽，也不能让其他人得到。月霞灵士，我跟你一起去吧，我有药宗长老给的丹药。哎，你小子可别乱来啊！曾祖伯，我的丹药真的是药宗长老给的，就是万宝堂的周长老。你竟然真的认识他，小子没骗老夫吧？是的，曾祖伯，我在张家界的时候帮他去黑雾谷采药，这个解药就是他那时候给我的。那你去吧，万事小心，不要轻举妄动，一切听从月霞仙子安排。秦少臣和月霞灵士一起走着，前方忽然传来声音：月霞仙子，想不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王青山，你在这做什么？你在跟踪我？臭不要脸！你们怕是得到了什么宝贝才能进来的吧？笑话，我得到什么管你什么事情？还有这地方是你们家的，
你能进来，我当然也能进来。凭什么说我在跟踪你？哼，那也不足为奇。秦家的那个贱人一向都是自以为是，你只要靠近他一点，他便会觉得你意图不轨。王兄，那种女人看着就令人生厌，为了不再见到，可否有意除之而后快？蔡兄的建议甚得我心。赶紧离开，不要回头。是，月霞仙子，请小心。秦贱人身边小子想逃，不要放过那人。那小子身上没有灵气护体，到了现在却还能活着，一定有什么特别之处。不用你啰嗦，我也看出来了，那小子肯定有古怪。不好，那小子是一个武士，你先对付那个疯婆娘，我去把那小子抓回来。秦少臣全力奔跑，借助参天巨树的遮挡，在白雾中穿梭。他听见蔡恒3次追错了方向，但那老头很快又调转了方向，紧追不舍。有点麻烦，那老头用了急行符，速度太快了。秦少臣深知自己远非对手，唯一的生路只有逃，不能让他追上，同时还要尽量拖住他。浓密的迷雾笼罩着森林，秦少臣在树木间灵活穿梭，快速奔跑。他身后，蔡恒紧追不舍，两人距离逐渐拉近。找死！秦少臣深知自己法术攻击范围不及对方，硬拼绝无胜算。他脚下速度再提，跑得更快。你奶奶的，怎么跟个兔子一样？这是什么武者？臭小子，以后别让我见到你！蔡恒取下急行符，心疼的放入怀中，盘膝坐下，闭眼调息。这次好像有点亏大了。我操！我的锤！锤你大爷！你别跑！来呀，来打我呀！找死！还敢回来找老夫的麻烦，真是自寻死路！啊！我操！臭小子，别让我再看见你！哼！蔡恒再次盘膝坐下，灵势全开，一个人影一闪。我他妈来了！哼，等的就是你！哟呵！你奶奶的！那臭小子想干什么？嗨，我又来了！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秦家的兔崽子，别让我抓到你！与此同时，在白雾深处的另一端，战斗显得更加激烈。月霞灵师、青山激动正酣，两人都是类似，各自运起威力巨大的法术。蔡恒，这个老狐狸，别再藏着了！再不现身，秦家贱人可就逃了。秦贱人已是强弩之末，此时不出手，要等到什么时候？蔡老疯子，你再不露面，老子就要顶不住了！特么的，你个死东西！老子要是死了，对你们蔡家有什么好处？你死了，对蔡家没有好处，但对于陈家却是好处多多。陈半祥，你卑鄙无耻，竟敢偷袭我！王青山，飞叶灵氏的仇，陈家一定会报。现在我就要兑现誓言，取你的狗命为飞叶报仇。蔡老疯子，你他妈的到底死到哪去了？此时，蔡恒精神处于崩溃。我真的裂开了这个！半个时辰过去，他仍没找到机会盘膝调息。蔡恒每次刚要坐下运功，总有东西直飞过来。那时，木桩劲道十足。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再这么玩下去，一个不小心，说不定会被那小子玩死。今天先撤出白雾，改天换个地方再收拾那小子。特么的，过去就中了这小子的计，出去以后立即打坐修炼，等灵气恢复到一半，就出手收拾秦家那群小子，什么面子都不顾了，先出了这口恶气再说。蔡恒走到白雾尽头，一道人影突然出现。俺老孙来也！哎呀，我是你，臭小子，你终于肯露面了。我露面了，对你可不是什么好事，那只能说明我已经做好准备，在这杀了你。杀了我？你小子恐怕是真的疯了，老夫倒要看看
你怎么杀死我？哈哈，臭小子，这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受死吧！你奶奶的，居然是一个灵士！在我面前玩火球，真是无知！死货，你的金钟符撞废了，现在我看你拿什么抵挡我的法术？蔡老狗，你的反应还真是迟钝，难道到了现在你还没有感觉到痛吗？金钟符居然没起作用，这是上品灵器。这齐家洞府找来的东西还真是好用。月霞灵士体内灵气已消耗殆尽，经脉隐隐作痛。若非陈家灵士陈百祥及时赶到牵制王青山，他今日恐难活着走出白雾。月霞仙子怎么样？伤势无碍吧？灵气还能运转吗？无妨，只是消耗过甚，灵脉有些震荡，闭关修炼2日便能恢复。但火灵兽之事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那异兽灵性极高，还能操控白雾中的瘴气。且王家、蔡家显然早有预谋，此次秘境之行藏着太多变数，我们还是先回族中从长计议后续对策。现在就回去？里面还有少晨那小子，他跟着你一同进的屋，至今未出来，我们怎能就此离去？唉，我在雾中与王青山缠斗时，曾隐约听到东边传来打斗声，后来便没了动静。我虽未见到他的尸体，但白雾深处瘴气剧毒，且蔡恒那老贼手段阴狠，擅长用毒和符箓。少晨他只有5师修为，灵士法术也刚入门，恐怕已是凶多吉少。不可能，他手里还有我给的火球符和幻手符，怎么会栽在蔡恒手里？蔡恒毕竟是老牌灵士，修为远在少晨之上，且早有准备。少晨他已是尽力了。我们当尽快回族中告知云落灵师此事，也好早做准备。这混小子要是真出了意外，我怎么对他爷爷交代？怎么对秦家的列祖列宗交代？大力秦他那么厉害，怎么会？出去以后，云落灵师问起，我们该怎么说啊？他还在等着他一起回去呢。都怪我们太没用，没能进去接应他。大家打起精神来，逝者已矣，我们不能一直沉浸在悲痛中。秘境既然出现火灵兽，便意味着这里藏着更大的机缘，也藏着更大的危险。王家、蔡家未除，我们肩上的担子还很重。我们先回族里制定周全计划，调派更多人手。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定会再回到这里，一是为少晨报仇，二是拿下火灵兽，为秦家争光。是，月下仙子。正在众人将要离开时，人群中有人惊呼：“你们看，毒雾里还有人出来！”秦少晨是大力秦，你母死。臭小子，你可算出来了！老夫就知道你不会有事。你这混小子，在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现在才出来？急死老夫了！你手里的火球符和幻手符用了吗？蔡恒那老贼呢？让曾祖伯担心了。雾中跟蔡恒遇上了，那老贼用了急行符追了我一路，我跟他周旋了许久，最后用你给的符箓和竹刀偷袭，才把他解决掉。侥幸收服了这小家伙，也算不负此行，就是耽误了点时间，让大家久等了。你个臭小子，知道大家有多担心吗？下次再这么冒失，看老夫不打断你的腿！这怎么可能？你既然真的活着出来了，还收服了火灵兽。秦家上下弥漫着胜利的喜悦。论功行赏，秦少晨因此得了个头等功。好，真是太好了！有了火灵兽，以后看谁还敢欺负我们秦家。只是没想到陈家竟然背叛了秦家。陈家一下子损失3个炼气中期，蒙受如此巨大损失，今后一定一蹶不振。陈家没有买万宝堂的药丸，此番也损失惨重。和蔡家更是大打出手，短时间内再也无法和秦家争锋了。
少臣，你也进入了秘境白雾，还待了不短时间。你在里面那么久，怎么没有中毒，还把火灵兽带出来了？那是因为晚辈进去之前曾吃过一颗化毒丸，我在白雾中寻找月霞仙子，恰好遇到火灵兽，我就用前辈给我的灵符把它收服了。王家和蔡家都有族人吃了，但最终都没有出来。也许是我的那颗丹药有点不一样吧。火灵兽成长起来以后，少臣功不可没，你先回去吧。我们几个长老商量一点事。那我先回去了。诸位，少臣此次秘境之行，生擒火灵兽，诛杀敌方灵士，天赋之高，百年难遇。老夫提议即刻禀报后山蓝老，恳请他出关亲自教导这小子。请蓝老出关。蓝老年事已高，常年闭关只为延寿，这点事就打扰他，未免太过冒失了吧？蓝老修行不易，我们不该轻易叨扰。老夫岂能不知？可你们细想，秦家虽得火灵兽，再压王陈蔡三家，但10年之后呢？我们几个老家伙武功早已到底，灵道上也无新生代扛鼎之人。蓝老仙逝之日，便是秦家危局之时。少臣是唯一的希望，唯有蓝老亲授，他才能更快成长，将来撑起整个秦家。少臣心性坚韧，天赋卓绝，又重情重义，这样的好苗子绝不能错过培育的机会。众人相视无言，最终纷纷点头。秦朝天剑达成共识，当即拍板。好，即刻派人禀报蓝老，愿不愿教导，由他老人家定夺。片刻后，秦少臣跟着秦振山走进议事厅，一身劲装沾着些许秘境尘土，眼神清亮沉稳。晚辈秦少臣见过各位长老。话音刚落，一股无形的压力突然从四面八方涌来，如同泰山压顶。秦少臣脚步一顿，下意识绷紧身体，额角迅速渗出细密汗珠。他四处打量，最终目光锁定主位上那位光头，面容古朴，气势内敛，正是秦家影视高人蓝葵。这股压力不是灵视法术，竟带着武道陈明，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蓝老？压力愈发骇人，仿佛无数巨石挤压四肢百骸，骨骼发出轻微咯吱声。秦少臣咬紧牙关，内息与灵气同时运转，五行环在丹田飞速旋转，灰石体的防御愈发坚实，始终没有后退半步。秦振山看着孙儿紧绷的侧脸，手心攥出冷汗，却强忍着没有出声。他知道这是蓝老对少臣的考验。蓝葵端坐不动，眼神如古井无波，指尖轻轻敲击桌面，压力忽中忽紧，时而如惊涛骇浪，时而如绵密细雨，试探着秦少臣的韧性与根基。秦少臣喉结滚动，好几次想开口，却硬生生咽了回去。他想起母亲的嘱托，妹妹的期盼，爷爷的厚望，一股不屈的韧劲从心底升起。他低喝一声，硬生生扛住了最猛烈的一波压力。片刻后，压力骤然消散，秦少臣猛地松了口气，大口喘息着，后背已被冷汗浸透，却依旧挺直起来。蓝葵缓缓起身，目光中终于露出一丝赞许。不错，天赋卓绝，心性更坚，是块好苗子。晚辈不敢当蓝老谬赞。老夫闭关多年，只为延寿，时日已然无多，能教你的不过是些修行捷径、保命法门，还有毕生对灵武合一的感悟。但你只要用心学，日后必能超越我辈，甚至有望触摸宗师之境。跟我去后山修炼，你可愿意？秦少臣猛地抬头，眼中先是闪过难以置信的惊喜，随即被犹豫笼罩。后山遥远，前路未知，他放不下身边的亲人。去吧，少臣，爷爷盼了一辈子，就是想看到你有出息。蓝老肯亲自指点，是你天大的机缘，不用惦记家里。娘的病已经痊愈，小洛也会好好修炼，我们都等你回来，撑起秦家的天。傻小子，这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福分。好好跟着蓝老修行，将来光耀门楣，大伯等着为你庆功。少臣秦家的未来就托付给你了，去吧，莫负初心。哥哥，你放心去吧，我会照顾好娘亲的。听着亲人的嘱托，秦少臣眼中的犹豫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滚烫的决心。蓝老，晚辈愿意。多谢蓝老不弃，晚辈定不负教诲，不负家人与族人的期望。好，收拾行囊，即刻出发。少年父急，深山问道：秦少臣的传奇尚未结束，10年之后，当他再度走出后山，必将以盖世之姿震撼整个大陆，让秦少臣3个字成为秦家最耀眼的荣光，成为守护家人与族人的最强屏障。而这段关于成长、守护与传承的故事，也将在岁月中永远流传。